第二日一早，文熙便出发清平郡。这次除了暗一，随行的还有陈鑫。只因着前段时间那容念一融成他的样子，让暗一有了阴影，总觉得只有自己护在文熙身边才安全，为此让他头疼不已。姑娘，清平郡有主子的庄子，咱们要到庄子上暂住吗？不必，找一间客栈住下便好。他这几日要看看这清平郡的风土人情，才好确定自己的霓裳坊到底适不适合开在这里。他现在要做的是大把大把的赚银子。那慕容欢临走之前就跟他说过，想进药狱，光靠木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银子。就以他现在的家底儿，怕是在药狱待不上半个月就倾家荡产了。暗一找了清平郡最好的客栈，开了3间天字房。这清平郡的消费水平，温熙都忍不住啧舌。这房间虽好，但是一间一晚上要10两银子，这也太贵了。姑娘，您若去了京城便知晓了，京城最好客栈的天字房也要100两银子呢。100两？京城都这般光景，那药狱岂不是更吓人？他现在终于知道慕容欢为何让自己多多的赚银子了。他穷，实在是太穷了。第二天一早，文熙便乔装成一个公子哥的样子，带着安一和陈鑫去清平郡最繁华的街面逛。文熙发现这清平郡的人们都极好打扮，但凡在街上溜达的，即便是没有穿金戴银，也定然保持衣衫整洁，而且头上都多多少少会戴些首饰，这就说明霓裳坊开在这里极为合适。他们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对面有一家铺子正在往外面搬东西，像是要对店的样子。上前一问，果然是打算出售。掌柜的，不知您这铺子打算多少银子卖呢？那掌柜的打量了他一会儿，发现是个10几岁的小伙子，穿的也没有那么华贵，一看就不像是能买得起的。小伙子，我这店铺啊要3000两银子，你买不起，快走吧。3000两。即便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文熙还是被这个价格惊了一下。要知道，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一辈子都用不上200两。快走吧，别在这儿耽误伙计们搬东西了。掌柜的，这铺子能便宜点吗？我正好要买铺子，瞧着您家的铺子位置不错。真想买铺子？掌柜的将信将疑地说。真买？文熙有些好笑的点点头，自然是真的，不然他在这儿费这么多口舌做什么？小公子里面请。走进店铺，文熙更加确定自己一定要买下这间铺子，因为他在走进去的一瞬间，沉寂了许久的空间再次震动了一下。空间的震动让他再次坚定了想要买这间铺子的决心。但是这次震动与以往不同，以往总是带着极其渴望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就好像是找到了身体的一部分一般。进入这个铺子，他便觉得极其的舒服，仿佛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这位公子，您确定要买下这间铺子吗？老夫姓张，单名一个行字。张掌柜，在下确实有买间铺子的想法，转了几圈，看到您这里在往外搬东西，就上来问问。看来是在下跟这间铺子比较有缘分。文熙摇着折扇，典型的一个翩翩公子的模样。敢问张掌柜，您这铺子位置也不错，怎么就出队了？唉，实不相瞒呐，老夫膝下只有一子。老夫做这茶叶生意几十年，现下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原想让他接手家里的生意，奈何那逆子非要去京城闯荡，所以您就准备收了这铺子去京城找人。正是，老夫跟那人商量过了，准备去京城找找看。我们一把老骨头了，死了也没什么，但是老张家的香火若是断了，我们就是死了都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啊。既如此，在下便不跟您讨价还价了，就按照您说的价格3000两，今日便可以写文书。此话当真？今日就可以签？今日便可。文熙的话音刚落，暗一便拿出3000两银票放在桌子上。张掌柜，在下在京城也有些朋友，您儿子叫什么名字？我让我的朋友帮忙找找看。若是如此，那真是太好了。张掌柜拿出纸笔，在宣纸上工工整整地写出了张默2字。劳烦公子了，我这铺子里还剩了些茶叶，不值什么钱，便都送与你了。在下先行谢过了。他在铺子里来回的踱着步子，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在前面铺子里转了个遍，空间都安静的一动不动。难不成在后院吗？他直接往后面的院子走，刚走进院子，空间再次传来了震动，这震动的方向竟是那最不起眼的东侧耳房。他径直来到东侧的耳房，文熙走进房间，就被指引着来到一个橱柜的前面。只见上面摆着几个陈旧的摆件，都落满了灰尘，其中一个铜铃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冥冥中他就是为了这铜铃而来。右手不受控制地拿起铜铃，还没等他说话，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瞬间落入了黑暗之中。
下一秒再睁开眼，只见他已经置身于空间之中了。还没等他想明白自己是怎么进来的，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本的水塘竟分流成了2条小溪，向远处延伸而去。雪狼王安家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平地，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出现了一座小山，上面郁郁葱葱的全是树木。空间里不知道何时出现了许多的花草树木，竟还有飞鸟，这简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温馨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我这到底是捡了什么宝贝啊？我一定是哪一世拯救了银河系，所以今生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他发现进入空间后，他体内的灵力竟然极其大的活跃，仿佛用不完一般，就连药田和农田的作物都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好。所以我这空间是再次升级了，现在升级这么几次都变成这个样子，说是再升级几次，那岂不是要自成一个世界了？不过这么多药材和作物，自己收起来也太累了，要是能靠意念将水稻收起来就好了。只见他刚有这想法，面前的水稻就变成了收割好的样子。这是什么操作啊？已经进化成了这个样子了，有点逆天吧？这是不是说明日后再种东西收粮食，再也不用亲自动手累成狗啦？这一认知让他忍不住雀跃起来，在空间里转了一圈，他越看越满意。刚想出空间，突然想到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我是当着安一和陈心的面消失了，这2个孩子会不会吓死啊？会不会把我当成怪物啊？完了，现在若是这么走出空间，会不会将这2个孩子直接吓死呀？就在他担忧的时候，空间上方突然出现画面，只见暗一和陈星站在床边，一个医师正在给他号脉。大夫，我家姑娘怎么样？这位姑娘的脉象很是正常，没有任何疾病。老夫医术不精，实在没瞧出这位姑娘是何病症啊。暗一闻言，眉头皱得更深。若姑娘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跟陈鑫就算是将命搭上，都赔不起啊！送走了医师，文熙瞧准时机，悠悠转醒。姑娘醒了。我这低血糖又犯了，抱歉，让你们担心了。低血糖？文熙只好将低血糖给他们科普了一下，所以不用担心，休息休息就好了。他现在竟然可以直接用意念进入空间，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太过方便了。以后再也不担心自己突然消失，让别人以为自己是鬼了。刚到此地便买下了间铺子，还有这么大的收获，可见清平郡这个地方跟他八字很合。陈信，你去赵家送拜帖吧，就约明日上午。赵夫人极力地推荐自己的那间铺子，想必是极好的，她可以收入囊中，开一间霓裳坊的分店。第二日上午，文熙一身女儿装的打扮来到了赵家。文掌柜，我家夫人已经等候多时了，您快请进。有劳了。文姑娘，你可来了，真是让我好等啊。赵夫人如今真是容光焕发呀。他没有夸大其词，这赵夫人现在确实跟第一次见面时完全不一样，脸上的粗糙暗沉已经完全消失了，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哪里像30几岁的人，这分明是20出头的小姑娘。还不是多亏了你的面膜。实不相瞒，我把那面膜在身体上也涂了，就连我们老爷都说我比那小姑娘都嫩。文熙刚喝下一口茶水，差点呛得背过气去。这赵夫人跟我还没一个奇迹的小姑娘胡说八道些什么呢？这种事情是可以摆上台面来说的吗？赵夫人好像想到了自己说了不该说的。喝茶喝茶。夫人来找我是为了那间铺子对吗？哎呦，瞧我这记性，就是这件事儿。这年纪大了，脑子都不好用了。文熙只想呵呵一笑。你也知道自己年纪大，刚刚说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我那间铺子是清平郡最好的了，不仅大，地角还好，文姑娘定然会喜欢的。赵夫人吩咐下人套好了马车，现在就带她去瞧瞧。就在两人准备动身的时候，一个女人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人未到，味儿先行。文熙只觉得一阵刺鼻的香味扑面而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哟，姐姐这儿是来了客人呢。来人正是这后院最得宠的新姨娘，只见她穿着正室才能穿的正红色，头上杂七杂八的插了一头的珠钗。文熙估计着得有1斤来重，她都替她的颈椎担忧。新姨娘，你来做什么？你这身体金娇玉贵的，可别来我这里找不痛快。本夫人可不会因为你身子重就待你同旁人不一样。夫人说的什么话呀？妾哪有您金贵，只不过是得老爷疼惜，赏了个孩子傍身罢了。昨日老爷请了医师来瞧，说好像是个男孩子呢。文熙看了看新姨娘的面色，嘴角勾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嘲讽笑容。怀孕？
他不是想狸猫换太子吧？他不过一个外人，并不想参与赵家后院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只要他别上赶着自己找不痛快，文熙就不稀罕揭穿他。毕竟哪个高门大户的后院没有那点阿杂事儿？这位姑娘，莫不是夫人给老爷找的新人？在下是霓裳房的掌柜，来给夫人送定制的衣裙。哦，原来是个成衣铺的掌柜呀。我还以为夫人抓不住老爷的心，所以不知从哪里找来个年轻貌美的妹妹来分宠呢。妹妹说笑了，论争宠，谁能争得过你呢？新姨娘知道了文熙的身份，便不再多留，找个借口就离开了。随着赵夫人来到铺子，果然如同她说的一般，地理位置极佳，三面环街，后面竟还有一个3进的院子，十分的适合居住。文熙一眼便看上了。文姑娘怎么样？极好，不知这间铺子价钱几何？8500两，不二价。这个价格文姑娘去哪里都买不到的。文熙暗暗的点头，这个价格确实不贵，看来这位赵夫人确实有意结交我。夫人爽快，我也爽快，这个价格确实要感谢夫人愿意割爱了。安一走上前，将银票放在桌子上。赵夫人见他眼都不眨的拿出了这么多的银票，心中对于自己结交他这件事儿更加的庆幸。或许眼前这个小姑娘的身份远不止自己想的那样。就在二人准备写文书的时候，从门口乌泱泱的进来一群人。你们做什么？赵夫人身边的丫鬟大声的说道。夫人，这间铺子你恐怕不能卖了。赵夫人认出来了，这个人是门房的小厮。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安排本夫人做事儿？夫人别这么大火气，是妾跟老爷讨了这处铺子，老爷同意将这间铺子送给妾即将出生的孩子。还是那股熟悉的香味儿。新姨娘缓缓地走到赵夫人和文熙的面前。这位成衣铺的掌柜，你可以滚了，这间铺子是我的。滚？两世为人，还没有人敢跟我说这个字。他嘴角牵起了一抹嘲讽的笑容。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想放过你，但是你不想放过你自己。那新姨娘走过文熙的身边时，还撞了他肩膀一下。安一刚想上前，却被文熙抬手制止了。哟，没想到你一个掌柜的，竟然还带着2个这么俊俏的仆人呢！你这个小掌柜，排场还不小啊！新姨娘，你这是何意？夫人听不懂妾的意思吗？老爷将这个铺子赏给我腹中的孩儿了。哼，区一个庶子，竟然妄想本夫人的东西。铺子的事情我会与老爷说清楚，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区一个妾室，要守好自己的本分。本分？这些话怕是日后轮不到夫人说了。你什么意思？老爷说了，待我产下腹中的胎儿，就会将我抬为平妻，到时候我的孩子就是这赵家真正的嫡子。你说我的本分是什么呢？抬为平妻，这么重要的事他怎么不知道？还不等赵夫人说话，只见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走了进来。老爷你看啊，夫人就是不肯将铺子给我，还要将其卖了。哎呦，小祖宗，你这肚子里呀，可是咱们赵家的宝贝疙瘩，你可慢点啊！文熙冷眼旁观，心下忍不住嘲讽，也不知道这赵年爵是怎么当上这首富的，分明就是个老色胚。夫人，新姨娘怀着我的孩子，十分辛苦，我已经将这间铺子赏给她了，你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不肯相让了。就在这时，文熙忍不住笑出声来。你笑什么？只是开了一间成衣铺而已，还真将自己当成掌柜的了。盛行人家的女子哪有抛头露面去做生意的？是啊，我就是一个成衣铺的掌柜而已，但是想笑便笑了。是犯了东城哪条律例了吗？还是说新姨娘已经厉害到可以在这东城只手遮天了，旁人连笑一下都不可以？文熙的话引起了赵年军的兴致。你这小友想买我的铺子？正是。看你这年纪还未及笄吧，没想到竟然可以拿出这么多银子来买我的铺面了，确实有几分本事。多谢赵老爷夸奖，这铺面我已经同夫人讲好了，不知您是否愿意割爱？老爷，文掌柜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霓裳坊的那位。原来你就是文掌柜啊！久仰久仰，早就听闻镇上开了一个霓裳坊，这郡县里的人都去那里做衣裙，在下本就十分好奇是何人经营的。今日一见，没想到竟是一个还未及笄的小姑娘，我赵某是服了呀。
赵老爷客气了，我原想在这里再开一个霓裳房，夫人也愿意卖我这个人情，但是没有想到新姨娘却不愿意割爱，看来这次在下要无功而返了。哎，文掌柜说的哪里话，就只是一间铺子而已，哪里谈得上割爱不割爱的？新姨娘只是个姨娘，生意的事儿她哪懂啊？这赵家自然是在下说了算的。赵年军脸上堆满了笑容。既如此，那就劳烦夫人将过户的文书写完吧。老爷，不是说好了这间铺子给我们的孩子的吗？怎么这个贱人就说了几句话，您就反悔，将这间铺子给卖了？新姨娘的话音刚落，咽喉处就被一把剑给抵住了。暗衣冷冷地看着新姨娘，那眼神中就像在看一具尸体。出言辱骂我家姑娘，该死！赵年军赶紧扶住新姨娘，看着暗衣的剑，他也有些发怵。文掌柜，咱们都是生意人，和气生财啊，这动刀动枪的，就不好了吧？但是您家这位新姨娘一口一个贱人，我实在是不想听。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母家可是亲家，哥哥在这郡里的衙门担任要职，在这清平郡谁不是礼让三分？你竟然敢用剑对着我，你信不信我可以让你在这清平郡开不下去？开不下去，这可是要断我的财路啊！断人钱财可不是乖孩子。既然你哥哥在衙门担任要职，那对这法律定然十分熟悉，不知假怀孕诓骗老爷夫人是何罪名啊？赵姨娘一听，顿时愣住了。我怎么会知道？假孕？文掌柜这话是什么意思？夫人如此精明，不会不清楚我的意思。新姨娘定然是十分辛苦的，明明没有怀孕，偏要装出有身孕的样子，想必费了不少心神吧。赵年军也被他的话震得缓不过神来。新姨娘假孕啊？怎么可能呢？前日那医师来看，还说是个男胎。文掌柜，这等莫须有的罪名，切不可胡乱安在我赵家人的头上。他声音微沉，不悦地说：赵老爷如此肯定，找个医师一看便知。我记得这附近就有不少的医馆，想必判断是否有孕如此简单之事，很快就会有结果。我本不欲参与贵府的私事，若不是新姨娘一再挑衅，我是打算将这事儿烂到肚子里的。你血口喷人，你一个开成衣铺的，怎知医理？赵老爷今日是否经常觉得饥饿，但是看见食物又觉得难以下咽呢？也感觉手心足心常常燥热难耐，尤其在半夜时分，足心犹如火烧，难以入眠。赵年军不住地点头，确有此事，只是这件事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心中不由得对文熙的医术有了几分认可，毕竟这个病症只有他自己知道。若他真的精通医术，那他刚刚说新姨娘假孕之事，新姨娘经常对自己说孩子在腹中不老实，常常踢得她，让她无法安眠。每每自己想摸摸她的肚子，看看儿子是否像她说的那般活泼时，她又总是找借口搪塞。于是大手一挥，便打发小厮去请医师。不一会儿，来了几位不同医馆的医师。新姨娘一看，顿时慌了。老爷，您是不相信妾身吗？妾身在您身边这么久，可否欺骗过您？您怎么可以因为外人的一句话就怀疑妾身呢？若是平常，赵年军早就不管不顾地将他搂在怀里安慰一番了，但是眼下涉及赵家的血脉，他绝对不会掉以轻心，毕竟他赵家的基业绝不可以落入旁人的手里。赵夫人见赵年军没有说话，便对那几位医师说道：还要劳烦几位医师替我家姨娘瞧瞧，她腹中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几位医师常年给郡里的大户人家看病，听赵夫人一说，便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委。新姨娘见状，将手背在身后，不让医师号脉。看见这副模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赵年军冷冷地看着新姨娘，眼中尽是怒气。几个医师轮流把脉之后，对视一眼。赵老爷，实不相瞒呐，贵府的姨娘并无身孕，而且贵府的姨娘正在来月信。为什么骗我？原本他已经做好打算将她抬为平妻，这样一来，这个孩子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子，甚至已经打算好将他们赵家的家业都传给他。为什么？老爷，我自认出身不低，却只能在赵家做妾。我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蹉跎在这赵家的后院之中，但是就因为自己姨娘的身份，就连出府的自由都没有。凭什么？都是你，都怪你！要不是你，我就会是这赵家的夫人了。自作孽，缘何要怪旁人啊？你为了遮掩月信的味道，在身上熏了很重的香。正常有孕之人是不会用任何香料的，这点即便你不清楚，给你把脉的医师也会嘱咐。但是显然你是故意为之。
新姨娘即便再心有不甘，也无济于事了。赵年君命人将她带回府里，关在他自己的院子里，不可踏出一步。顾子的事情解决完，文熙就打道回府了。刚回到霓裳坊，许久未面的王掌柜竟找上门来。文姑娘，您现在有时间吗？怎么了？我需要一批药丸，治疗外伤的，不知道您是否可以提供啊？这段时间，文熙只给他提供治疗伤寒和滋补的药丸，但是根据他的推测，以文熙的医术，外伤的药丸对他来说绝对是手到擒来。安一听闻，眉头不禁地皱了起来。百草堂需要大量的外伤药丸，定然是主子那边出了事儿。需要多少？2000颗。多少？2000颗急需，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吗？10万火急，不论多少银子，只要您开价就好了。文熙看了看身旁身体微僵的安一，半晌说道：明天晚上你派人来拿药吧。这么快？谢谢文姑娘，谢谢文姑娘。那银子到时候再说。王掌柜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姑娘，属下先告退了。王掌柜前脚刚走，安一就急吼吼地要离开。站住！文熙靠在椅背上，手指轻点桌面，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姑娘有何吩咐？王掌柜刚走，你就着急出去追他，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呢。安一闻言，心底开始打鼓。这文姑娘是不是看出什么了？王掌柜要这么多的外伤药丸，肯定不是自己吃，而且这么着急，怕是有人要的急。你说这药丸我是给还是不给呢？那自然是要给的，况且姑娘刚刚不是已经答应王掌柜了吗？也是，不过我现在又不想给了，你回去吧。回哪儿去？回你们的战王府，以后也不必再回来了。帮我跟你们王爷带个话，先前他说过的话，我就当没有听过。说完，文熙就起身朝着里屋走去。按一不是按二那个傻子，文熙这么说，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百草堂是主子的产业这件事儿，文姑娘看来早就知道了。今日王掌柜突然来讨这么多的外伤药丸，他也猜到了是主子那边需要，所以文姑娘这是生气了，气主子瞒着她。姑娘，属下知错了。文熙身影顿住，淡淡的道：你何错之有？主子不是故意瞒着你，百草堂本就是个暗桩，一边收集边关的消息，一边暗中为主子输送药物。毕竟战王府的军队，朝廷不给拨军饷，在战场上受了伤，也是咱们自己的一事医治。这些年边关的将士们若没有百草堂暗中周旋，怕是无法坚持到今日。这个暗桩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险，主子不希望您牵涉其中。朝廷为何不给发军饷？先皇离世之前，主子便是威震一方的战神，军中的将士们都愿意跟着主子。说句大逆不道的话，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主子会是下一任皇帝，但是贵妃娘娘突然崩逝，主子被禁足。在那之后，主子便被派到各种苦寒之地领兵打仗，原本跟着主子的将士们也被打散分派到其他军营。新皇登基后，被打散的兄弟们一个个战死。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毕竟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后来逐渐多了，我去打听才知道，原本跟着主子的将士们上战场连个像样的兵器都没有，他们就是故意让那些人去送死的，为的就是将主子的人彻底铲除。说到这儿，按一的眼睛也止不住的发红，那些都是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死的那般不值，他怎能甘心？后来主子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将还活着的兄弟们一个个调了回来。但是自此之后，朝廷但凡要发军饷，都没有我们战王府的份儿，主子也不愿意去争辩，就一直自己养着了。养一个军队那得多少银子？莫预言的产业得多么可怕？所以你主子这次需要这么多的药丸，很有可能是用在军队上。这个属下还不清楚。我知道了，你下去吧。1日下午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是。按一刚走，文熙便闪身进入空间。2000颗药丸，若是在之前，别说是明天下午，即便是再给他2天，都不一定能弄出来。但是空间升级以后就不一样了，别说2000颗，即便是2万颗都是小试牛刀。第二天下午，按一看着满满2大箱的药丸，姑娘，这是多少颗药丸啊？15000颗。文熙坐在那里悠哉悠哉地喝着果汁，一点都不像熬了1天的人，精神头简直比他还足。按一不由得开始怀疑人生了，这药丸到底从哪里来的？难不成这文姑娘是神仙？看着安一呆愣的模样，文熙忍不住笑了。他空间里还有呢，只是怕吓到他们才拿出这么多。想拿这批药丸可以，我有个要求。姑娘您说。别说1个要求，就算是10个100个他都得答应，要他的命都可以。属下一定帮您办到。我要亲自押送这批药丸到你主子手里。我现在说回刚刚那句话还来得及吗？暗桩的事情，主子特意嘱咐不让文姑娘知道。如今若是文姑娘亲自押送这批药丸，那岂不是明明白白告诉主子，文姑娘其实已经知道了吗？那主子还不扒了我的皮啊！他抬眼看着文熙，只见他一如昨日的表情，手指有规律地敲击着桌面，但是速度却越来越快，这明显就是没有耐心了。好。
就在文熙的耐心全部消耗殆尽之前，暗一沉声说道：姑娘，我昨夜收到线报，主子正在南境郡边境，那里有几个部落常年骚扰南境郡的百姓，致使那里战事不断，百姓们民不聊生，所以主子这次是去平乱的。只是那部落首领们太过狡猾，不少兄弟们都折在那里了，主子也受了点伤。莫玉也受伤，看来对方的高手也不少。从这里出发到南京要多久？大概3天左右。我随你去，这药丸也没有人比我更明白用法。暗一无法，只好点头答应。当天夜里，文熙几人便出发了。一路上倒是风平浪静，没有出现电视剧里的山匪情节。其实在这条路上有不少占山为王的土匪，但是还没等他们上前，就被随行的暗卫处理掉了。毕竟这批药丸极其的重要，并且车上坐着一个比药丸重要100倍的文姑娘，这可是战王府未来的女主人。3天后，马车刚到南境郡，就被一个身穿铠甲的小将拦住。可是王掌柜的马车。正是在下，还请将军带路啊。跟我来。只见那将军的铠甲上染了不少的血迹，有刚刚染上的，还有早就已经干涸的。看来今日经历了很多次战役，并且每一次都比较惨烈。马车行驶了一会儿，就进入了一个军营之中。姑娘，主子还在跟军中的副将们议事，您先去帅帐吧。不必，直接送我去伤者那里吧。阿姨愣了一声，便懂了文熙的意思，不由得心中感激。是。文熙此次未做女儿装扮，而是乔装成男儿身，毕竟在军营之中，还是男子的装扮更加方便。来到伤者营，文熙才算是真正明白了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残酷。只见伤者营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数不清的士兵，轻一点的身上被扎了几个血洞，严重的缺胳膊少腿，甚至有一些伤口都开始腐烂。若是胳膊腿断了，好一点的变成残废，若是感染了，直接命都没了。文熙看到这么惨烈的场景，心中大骇。安姨，你怎么来了？文公子想来伤者营看看。安姨移开身体，一个身材矮小的身影就显露出来。只见他正将手按在一个伤者的患处。你在做什么？一个毛头小子，谁准你来伤者营胡闹的？剑伤3处，其中最危险的一处距离心脏1寸，必须马上将箭头取出，否则有生命危险。伤口处已经感染化脓，必须立刻将腐肉剔除。文熙在伤口处撒上了吗啡散，只见他拿出了一把极小的刀，仔仔细细地将患处的腐肉剔除。上好药粉之后，对军医说：“给他包扎。”军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吩咐了一句，他就立马上前包扎伤口，直到包扎完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一个毛头小子牵着鼻子走。但是他包扎的时候仔细看了那患处，腐肉完全剔除，还丝毫没有伤及其他的地方，而且那伤者还是全程清醒的状态，却丝毫没有疼痛。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的疑问还没说出口，就被文熙使唤着给下一个伤兵包扎去了。军医一时间有点懵，到底谁是这里的医师？不知不觉间，文熙已经处理了好几个伤兵的伤口。待他回过神来，发现伤者营里面的4个军医都围在自己的身边。怎么了？不去医病，在这里盯着他做什么？小兄弟是医者，略通医术。几个军医闻言，眉心都忍不住跳了跳。刚刚剔除腐肉时出手干净利落，丝毫犹豫都没有，又快又准，比他们这些常年在军营中的医者都利索。就这样，还略通医术，看他们年纪大就忽悠人是吧？小兄弟，鄙人周正是这伤者营的军医，刚刚多有得罪，没想到小兄弟看起来年纪不大，医术竟这般精湛，当真令人刮目相看呐。是啊，我们这帮老头子竟不如一个年轻人啊。文熙刚想说什么，就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进了伤者营。参见王爷。众人见战王走进来，赶忙行礼。除却在床上昏迷不醒的伤兵，营帐里乌压压的跪了一片，只有文熙直挺挺地杵在那里。周正见他站着，刚想伸手拽他，这孩子莫不是除了医术之外，其他方面是个傻的吧？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里带着薄怒，看向文熙的眼神也带着一丝不赞同。文熙只瞧了他一眼，没有答话。莫玉言想到刚刚暗一跟自己说的，文熙早就察觉到了百草堂跟他的关系，心里有些发虚，低声说道：“跟本王过来。”直到莫玉言离开，周正这才明白，王爷这是专门来找刚刚那个小兄弟的。王爷好端端的怎么对一个男人这么关注，还专门来找他？难不成……文熙跟着莫玉言来到帅帐，暗一赶忙打来热水给他净手。不愧是本姑娘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有眼力劲儿。暗一瞄了主子一眼，只见莫玉言的脸色更黑了，他赶忙将水端出去，顺便将帅帐的帘子给弄得严丝合缝，端着盆守在门口。今天
谁也别想打扰主子和文姑娘。希儿，你怎么来了？此时房间只有他们两人，莫玉言的语气缓和了不少。没什么，就是来看看王掌柜跟我讨的药丸到底是送到了谁的军营里，顺便讨个债，收点银子。他自顾自走到桌子旁，给自己倒了杯水，刚喝了一口就忍不住皱眉。这是什么茶啊？怎么这么苦啊？这是南境郡特有的苦茶，入口虽苦，却可以让人精神百倍。文熙止不住呵几声。精神百倍？谁喝这么苦的玩意儿会不精神？百草堂的事情，本王可以解释。莫玉言的声音更低，还带了些认错的意味。这些解释我不想听，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日后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说与我听，尤其是你受伤这件事情，我不想从别人口中知道。王掌柜来讨外伤的药丸，他就知道莫玉言定然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他受伤却是通过别人隐晦提及和自己的猜测才得知，这样的方式他极其不喜。信任是基础，说你不告诉我是出于不信任的角度，那么我觉得我还是回归到最初的位置比较好。莫玉言一听不由得急了，本王只是不想让你担心。见文熙脸色没有好转，他笑着俯身，两人的距离拉近，温热的气息拍打在他的耳畔。本王知错了，下次一定不会再犯。文熙心头一跳，这男人犯规，他竟然企图靠美色让我原谅他，这谁能忍啊？不过看在他出卖色相的份上，倒也不是不能宽恕。当真？当真。莫玉眼伸手拍拍他的头顶，有些满足又有些遗憾地说道：希儿，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长大了，本王就可以娶你过门了。文熙睨了他一眼，不正经。安一守在帐外，帐内的对话他也不想听，奈何这帐子实在不隔音，就连莫玉言哄文熙跟他道歉的那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想到自家主子竟还有这么卑微的时候，文姑娘就说一句话就赶紧道歉，这日后王府不得文姑娘一手遮天啊！他再一次庆幸跟在文姑娘身边的是自己，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就在他偷乐的时候，暗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安姨，果然是你！暗二扯着大嗓门喊道：你在主子帐外端个水盆做什么？暗一心说不好，自己明明是想帮主子守帐门，怕被别人打扰，但是从这傻子嘴里说出来，好像他故意在偷听一般。他恨不得将水泼在暗二的脸上，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主子在吗？暗二这厮还极没眼力劲儿的往帐内走。主子跟文姑娘在帐内，没有主子传唤，谁也不能进去。主子和文姑娘，大白天的他们能做什么？有什么不能进去的？文熙在帐内听到暗二的话，耳尖都止不住的红了起来。这暗二能活到现在靠的是什么呀？是你们的怜悯吗？怕他这个智商出去活不了几天，所以你一直留在身边，对不？能不能让他闭嘴？什么叫大白天能做什么？不是白天就能做什么了。你们给本王滚进来！安一进来的时候，手里还端着文熙用来净手的水盆，他顿时看安一也不顺眼了。这孩子难不成被暗二同化了？什么事？刚刚探子传来消息，塔纳部落的军队有往南境郡边境移动的意思。往这边靠近，看来是想正式开战了。本王知道了，通知副将们迎帐议事。是。暗二离开后，文熙出声说道：你去议事吧，我去伤者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那药丸没什么副作用，可以直接服用。一下午的时间，文熙都在伤者营忙来忙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士兵。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晚饭期间，莫玉眼他们还没有从营帐出来，暗一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文熙便跟着几个军医一同用晚饭。文熙，好名字呀，就是有点娘。后面这句话周正没有说出来。文熙兄弟，你这一身医术跟谁学的？若不是亲眼所见，老夫定然不会相信。看起来娃娃大小一般的年纪，医术竟这般好。是啊，看你处理伤口，我眼睛都跟不上。我的师父已经离世了。提起师父，他又想起了之前那个似梦又非梦的画面。原来如此，那还真是可惜呀。文熙啃着干巴巴的玉米馒头。你们每日都吃这个？也不是，有时候还吃不上呢。毕竟这南境郡里的人，该跑的跑，该躲的躲，土地又贫瘠，能有玉米馒头吃已经非常不错了。文熙看了看馒头，吃完这个，士兵们哪还有力气打仗啊？分馒头的时候，他还记得那人说一人只能拿一个，他这么大小的人吃一个勉强果腹，那些年轻力壮的要吃几个才能饱？吃不饱又如何上战场跟敌军拼杀呢？公子，暗一嘴里的姑娘二字转个弯，王爷在等您呢。文熙拍拍手，将馒头拿好，跟暗一来到帅帐。
周正瞧这一幕，心里不禁暗叹：哎呀，看来王爷是真的有不能为人知的秘密呀！没想到他们风光齐月，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战神王爷，竟然是个断袖。莫玉眼看见文熙手中的馒头，不禁有些心疼。他坐了几日马车颠簸到这儿，就直接进伤兵营帮人治疗了。晚上又要吃着干巴巴的没有营养的东西，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这段时日不见，他瘦了许多。怎么不等本王？谁知道你们医师到何时啊？再者，你的士兵们都能吃，我有什么不能吃的？主子，现在送进来吗？安一的声音自帐外传来。进来吧。只见安一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3道肉菜。这里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你就凑合一下，明日一早便回去吧。文熙终于知道安一傍晚的时候去哪里了，感情是给自己找肉去了。我下午在伤者营的时候，发现周军医他们所用的刀法有些过时，我想在军营里留上几日，将我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教育他们，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治的效率，还可以增加几分受伤士兵活下去的机会。可是这里……我会一直扮成男二身，不让别人发现的。莫玉眼虽不忍他在这里吃苦，但是若能让更多的士兵活下来，他是极其高兴的。晚上，文熙便在这帅帐睡下了，而堂堂东辰战神则在旁边的硬榻上将就了一晚。第二日，文熙再次来到伤者营，文熙将自己愿意倾囊相授的事情一说，只见以周正为首的4个军医就差跪下来敬茶叫师傅了。文熙将早就准备好的手术刀递给他们，剔除腐肉的时候要用这种刀，刀头又小又锋利。那几个人可哪里见过这么精巧的玩意儿，一个个如获至宝。这里面是我独门秘制的麻沸散，效果更好一些。文熙的麻沸散那几个人都见过，确实跟他们使用的不一样。这麻沸散撒下去，别说是剔除腐肉了，就是直接在皮肤上划上一刀都不会有感觉。这时暗一带着几个人抬进来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正是外伤药丸。朱军医，这些都是外伤药丸，你快给兄弟们用上吧。文军医看着这么多的药丸，不可置信的喃喃道：我的个天爷呀，竟有这么多的药丸，兄弟们有救了呀！那些伤兵看着药丸，眼中也迸发出了震惊的神色。要知道药丸的成本是草药的好几倍，这么多的药丸得多少银子？正在这时，几个士兵抬着一个担架，快让开，快让开！周军医，快看看，咱们林副将快不行了。林副将是当朝大将军林父的儿子林威，林父是战王的心腹，他的儿子自然也在为其效力。周正赶忙走上前，只见林威的身上好几个血窟窿，最严重的是左肩处的剑伤，伤口处已经发黑，说明剑上有毒。唉，周正号脉以后止不住的摇头。周军医，你这摇头是啥意思啊？且不说他身上这些伤有多严重，就单单左肩处的剑伤，他就挺不过去。上面呢有剧毒。抬着他进来的几个人一听，脸色瞬间苍白如纸。文熙走上前看了看，确实如周军医所说，他伤得极其严重，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过谁让他遇到了我呢？说明他命不该绝啊！阿姨，药箱。安一一听，看来林威还有救，他赶忙将药箱打开。文熙拿出瓷瓶，用灵泉水清洗伤口，灵泉水解百毒。只见原本伤口处的紫黑色渐渐的淡去，最后直至消失，恢复成了正常皮肤的颜色。几个军医看到如此神奇的一幕，都目光火热地盯着文熙，不，准确的说是盯着他手中的瓷瓶，目不转睛。冲洗好了伤口，上好药粉，刚打算包扎，就发现腹部伤口那里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文熙在周围按了几下，眉心微蹙。怎么了，文公子？他有旧伤。按着伤口旁边的硬块，文熙有些头疼。说是旧伤还好，说不是就有些麻烦了。从未听说林副将有旧伤啊。文熙对抬着林威过来的士兵问道：你们是常年跟在他身边的吗？正是，不知我家副将的身体有何问题？他近日可否出现一些饮食方面的不适？这位公子，您真是神了！副将近几个月经常出现腹部隐痛、呕吐不止，常常无法入眠。在京城的时候就找到了很多的医师瞧过，都说是消化不好所致，开了好些汤药，但都是没什么效果。这哪里是什么消化不好啊，这根本就是肿瘤啊！只是这古代人不清楚罢了。现在通过触诊都可以感受到硬块，看来已经十分严重了。就在他犹豫着怎么跟这些人解释肿瘤为何物时，就听到周围人齐刷刷地喊着：参见王爷。只见莫玉眼微微的摆手，就径直走到文熙的身边，看着他眉头紧锁的模样问道：怎么了？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威身受重伤的事情他听说了，这林威可是东陈大将军林父唯一的嫡子，林父极其的重视，若是死在了军营里，怕是会招惹一些祸端。文熙拽了拽他的衣袖，示意他出去说。他以为自己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十分的隐晦，没发现一双眼睛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来到一个无人处，文熙将自己出诊的结果告诉了他。肿瘤？那是什么东西？不怪他孤陋寡闻，这2个字根本就没出现在这4国之中。文熙简单的做了一番解释，莫玉眼的眉头完全皱成了一个川字。你的意思是，若不治疗，它会有生命危险，并且是不可逆的？没错。那直接治疗便好了。文熙摇摇头，沉声说道。我可以治疗，但是这治疗的方式或许你也从未听过。他看着莫玉眼，一字一句地说。我需要手术。手术？那又是什么东西？我需要将他的腹部切开，把那颗肿瘤取出来，然后再缝合上。文熙说完，莫玉眼半晌都没有出声。这种治疗手段若是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他怕是会直接将人拖下去。这世间怎么会有人将腹部切开再缝上？那人还活得了吗？这是唯一的办法，必须要尽快决定，他的身体等不了太久。文熙在发现这颗肿瘤的时候，就用体内的灵力探查过了，没有扩散至全身，但是这肿瘤距离伤口处很近，若不抓紧时间手术，它一样会有生命危险。万一肿瘤破裂，神仙都难救了。既如此，那就这样做吧。莫玉眼目光坚定地看着文熙。本王相信你。文熙唇角微掀，露出了一抹笑容。你不怕我在胡说八道啊？莫玉眼摇摇头，笑着说。只要是你说的，本王都信。文熙定定地瞧着他，心底温暖非常，被人无条件信任的感觉就是这般的好。莫玉眼和文熙回到伤者营，只见林威的伤口已经包扎好。王爷，大喜呀！多亏了文公子，林副将已无性命之忧。无性命之忧。文熙冷冷地扫了周正一眼，这个庸医。莫玉眼命人将林副将抬回了房间。先前文熙就表示，手术的事情先不要惊动旁人，毕竟这种治疗方式根本不可能被这个时代的人所理解。若是因此给莫玉眼带来麻烦，那就得不偿失了。只有将林副将治好，才能将这种疾病和治疗手段公之于众。来到林副将的房间，莫玉眼便遣散了众人，房间里只剩下文熙和林威。确认四周无人之后，文熙便将林威带入了空间。这是他第一次将一个大活人带进这里，说实话，他心里有些紧张。空间的秘密是自己的底牌，若不是给他打了麻，确认他不会醒来，他是打死都不会将林威带进来的。手术室内，文熙摆好了手术用品，拿起了手术刀，开始了在这异室的第一场手术。这台手术做了半日，做到最后一步缝合完成，他才松了口气。取出的肿瘤已经有成年人的拳头大小，所幸没有破裂感染，也没有扩散。文熙带他出了房间，才发现他在这空间里的半日还不到外界的1个时辰。看来空间升级之后，空间内的时间流速也变了许多。文熙将莫玉眼唤进来后，将那肿瘤递给他看。莫玉眼心下一惊，这种丑东西竟然长在人的腹部。他这几日每日都需要这种药水来擦拭伤口，可以促进伤口快速愈合。文熙浅浅地打了一个哈欠。但是目前在我睡醒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碰他的伤口，只需要观察是否有异样。似是一些生理反应。前世每次做完一台手术，文熙都困得睁不开眼，需要好好的睡上一觉才能有所缓解。莫玉眼看着他疲惫的模样，不禁有些心疼。快去休息一会儿，后续的事情我会让其他军医照顾。又吩咐了一些注意事项，文熙便随着暗医回到了帅帐。刚睡了没有半个时辰，就听到了暗医的声音：林副将发热了。发热这2个字如同平地一声雷，直接将他炸醒。伤口他处理得极好，绝不可能感染，怎么会发热呢？他迅速地来到林威的住处，只见几个军医围在他的床边。哎呀，文公子，你快来看看，这林副将是怎么了？文熙行至床边，只见林威面色涨红，肉眼看上去就知道体温极高。文熙将手搭在脉上，片刻，眼中一片冰冷。居然是毒！就在手术结束后的半个时辰内，林威就中毒了。是谁可以在3步一岗、5步一哨的军营里给林威下毒？怎么回事？莫玉眼接到消息，不得不暂停议事。中毒，而且这毒极其霸道，说我再晚来片刻，你的副将怕是要一命呜呼了。感受到林威的体温已经渐渐的恢复正常，他才收起银针。若不是有灵泉水，即便是他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毒控制住，下这么烈性的毒药。看来这人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威的命去的。现在毒已经解了，只是他刚刚做了手术又中了毒，这身体怕是一时半刻无法恢复了。文公子，林副将是中毒？我刚刚也号了脉的，怎么没发现呢？
没错，这毒十分霸道，随着气血的流动直逼心脉，若我再晚来片刻，他这小命就交代了。周正跟几个军医都有些羞愧，想他们活了大半辈子，还口口声声说跟着战王东征西战，自认为自己的医术高明，没想到竟连病患是否是中毒都分不清楚。文公子医术高明，我等自叹不如啊。只是我比较擅长毒术罢了，周军医不必妄自菲薄。这毒名为百魂散，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毒药，多产自西域。中毒之人先是陷入昏睡，随着毒素走向肺腑，体温逐渐升高，最后会器官逐渐衰竭而死。林副将是几时开始发热的？回公子，王爷命小人每半炷香的时间来看一下。小人刚来就发现林副将似是发热了，便急忙去请了几位军医来。看来下毒之人在他们离开之后就潜进这里了，只是不知道这下毒之人是冲着林威来的，还是想通过林威的事情让莫玉眼彻底的得罪林父。若是第一种还好说，若是第二种，他看向守卫，冷声说道：本王离开后的半炷香内，有谁靠近过这里？回王爷，巡逻之时，从未看见有可疑人靠近。没有人靠近，那这毒是自己跑到林威体内的不成？还是说在这军营之中有武功高到不被任何人发现，可以偷偷潜进林威帐内的人？百魂散多产自西域，一般人是拿不到的。文熙说完，就听暗一的声音传来：主子，刚刚抓到一个在营帐前鬼鬼祟祟的人，带上。参见王爷。你缘何在营帐前鬼鬼祟祟？回王爷，巡营时，小人在这帐前捡到了一颗漂亮的珠子，就想看看还能不能再捡到，于是下了巡营就来了，没想到竟被抓了。王爷，小人是冤枉的呀。珠子什么样的？那人从怀里拿出了一颗透明的圆珠，只见那透明珠子上刻着一个极淡的萧字。莫玉眼的眼神微眯，这种琉璃珠是西域的高门贵族才会佩戴的身份象征，而萧字是只有西域皇室中人才会有的姓氏，而百魂散只有西域才有。这种种的迹象都表明凶手是西域皇室中人。在军营中私藏物品，罚20军棍，拖下去。莫玉眼话音刚落，外面就进来一众士兵，准备将那个人拖下去。刚刚一直说自己冤枉的人，此时面对军棍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这不禁让他十分诧异，还有些奇怪。文熙自这个士兵出现，他就觉得哪里不协调，直到那群士兵出现，他才反应过来，这人的穿着怎么这么奇怪。在这军营中，士兵们的铠甲都是极为合身的，只有这个人就好像是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孩子，邋里邋遢的不说，连走路都是边走边踉跄。等一下，文熙快步走到他旁边，从上到下的打量了一番，冷笑着说道：你说这珠子是你捡的？正是。几时捡的？大约是一盏茶之前。那人低着头，看不见脸上的表情。一盏茶以前？我一盏茶以前刚刚来这里给他号脉，怎么没见到你？那人一听，顿时抬起头来。小人瞧见您了。哦，你怎能确定那人就是我？一盏茶以前，我穿的可不是如今这衣裳，是蓝色的那套。对，小人确实看到您穿的是蓝色那套，之前在伤者营有幸见过您，所以看背影就知道是您。王爷有定论了吗？继而又看向那个士兵说道：一盏茶之前，我根本没来过这里，你口口声声说看到的那个人，难不成是鬼吗？许是小人看走了眼。看走眼？真把本王当成傻子了。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真的不是小人做的，林副将的毒真的不是小人下的。你怎么知道林副将是中毒？林副将中毒的消息，除了这间帐子里的人知晓之外，就只有那下毒之人知道了。那士兵磕头的动作一顿，还未起身，就听文熙的声音再次传来：而且你根本不是这军营中的人吧？东城国虽然不如那些部落和游牧民族的人们魁梧，但是身材修长，极少能长成你这般矮小的，所以你穿着不是你的铠甲，走路才会如此踉跄。东陈的铠甲上到将帅，下至普通士兵都极具的分量，莫玉眼自己打造的铠甲更是厚重，只希望在对战中可以尽量的降低伤亡。所以你是东营人吧？文熙的声音很轻，但是却如一块巨大的石头落入水中，水花四溅。营帐里的人一听，此人可能是东营细作，手都不由自主地扣在刀把上，就连几位军医的手都放在了药箱里的刀上，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这5步一岗10步一哨的军营，竟有东营细作混入其中，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奇耻大辱。小人听不懂公子在说什么。那人依旧跪在地上，声音闷闷的：不懂？
莫玉眼的手指间把玩着一把匕首，只见话音刚落，匕首犹如离弦的箭一般，朝着跪在地上的士兵飞射而出。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会血溅当场时，只见原本跪伏在地上的人瞬间弹射而起，那匕首杵在地上，发出了一阵轰鸣。哼，没想到竟被你们识破了。东辰的战神武功果然高强，差一点就躲不过去了。他又转头看向文熙，冷笑一声说：哼，没想到这战王身边竟还有如此足智多谋还精通医术的幕僚，竟能一眼将我的身份识破，还能解了百魂伞，真是不简单呐。营帐里的其他人纷纷拔出刀，刀尖对着他，那明晃晃的刀光让人看了心里止不住的发怵。但是那东瀛细作仿佛没看见那些刀尖一样，只盯着莫玉眼说道：东辰的战王，不知在下有没有荣幸可以一览殿下的武功？哼，东瀛人果然狡诈，知道自己1对多没有胜算，就打算1对1单挑，哪里有那么简单的事情？跟本王比，你还不配。你东瀛细作没想到莫玉眼竟拒绝得如此干脆。总是听说东辰战王天下无双，不会是怕了吧？什么战王，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老子看你是活腻了，一个弹丸之地的细作，给老子过来，打得你娘都不认识你！一个副将在旁边听不下去了，刚要冲出来，就被莫玉眼一个眼神制止了。区区一个细作，不值得本王出手。本王今日不想杀你，回去跟你的主子说一声，别想搞什么小动作，否则本王直接端了他的老巢。细作微微一愣，原本以为今日这条命多半是交代了，没想到莫玉眼竟放了自己。你不杀我，杀了你，谁去给本王传话？滚吧，别让本王帮你。话音刚落，东瀛细作便运转轻功飞身离去。黑暗中他没有发现一个影子已经牢牢地锁定了他。营帐内，王爷，您就这样放他走了？那可是东瀛的细作，万一他知道了我们接下来的部署，该如何是好？刚刚要冲出来打人的副将大声说道。文熙只觉得自己耳膜都要被震破了。张骞，你能不能小点声，耳朵要聋了。周正就站在他的旁边，冲击绝对比文熙的大。老夫一把年纪了，真聋了可怎么办呢？那个被叫做张骞的副将瞥了周正一眼，没有言语。本王放他离开自有本王的道理，你们不必多言，都退下吧。不消片刻，帐内就只剩下莫玉眼和文熙二人，还有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林薇。文熙将手术缝合后的样子给莫玉眼瞧了瞧，他眉角跳了跳，竟然有人可以将腹部用刀剖开再缝合上，最重要的是人还能活下来，怎么想都是匪夷所思。这根线是缝衣服的线吗？自然不是，这个是专门手术会用到的，将肉缝在一起，怎么可能用缝衣服的线？将肉缝在一起。即便是内心强大如莫玉眼，也被他这般平淡的语气说的如此瘆人的内容而惊到了。但是文熙的淡定完全不是装的，显然他面对过太多这种事情。莫玉眼不由得对他的过往更加的好奇，他到底是谁，经历过什么？东瀛细作在南境郡绕了半晌，确认身后没有跟踪，便直接出城，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只见他拿出了一个哨子，断断续续地吹了3次。只见那杂草丛中突然出现了几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人。成功了吗？原本已经得手了，谁知那莫玉眼身边有一个神医，竟将百魂伞解开了，属下也暴露了。失败了，还有脸回来？请左使大人给属下一个机会，下一次属下定当圆满完成任务。左使大人的手段他是见识过的，若惹恼了他，死是最好的解脱。他的折磨比死亡都吓人。废物，不仅失败了，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你这种废物活着做什么？说完飞身而起，一巴掌拍在那人的天灵盖上，男人瞬间毙命。左使看了看旁边的浓雾处，不知阁下大驾光临，有何指教？这时，一个一袭红色衣袍的男人缓缓从浓雾中走出来，妖娆慵懒的声音响起：你们东瀛人还真是见不得光呀，我爹也太过寒酸了一点吧，竟比本座的茅厕还要差。慕容欢摇摇折扇，身后浓浓的雾霭，看起来竟有几分天外谪仙的味道。哼，本使奉劝你们天门山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这天门山我们主上定会踏平。本使，这个称呼真的很适合你啊！你竟敢嘲讽于我！左使怒目而视，
你们天门山自开山之时起，便会观测星象，我不信你看不出来。现在已成天下大乱之下，若这天下真的大乱，你觉得天门山可以明哲保身吗？明哲保身？慕容欢缓步走上前，笑着说道：这从来不是天门山的宗旨。你这坨屎，若想威胁别人，还是多看看史料吧。左使哪里被这么奚落过？左手上内力凝聚，瞬间与慕容欢站在一处。几十个回合下来，左使有点心惊。跟慕容欢交手的时候，他已经拼尽全力，但是对方一直游刃有余，就像是在逗自己玩一般。这个认知让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十分的恼怒。没想到天门山尊主的武功竟如此高强。慕容欢摆摆手说道：本座今日前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有些人你动不得，天门山也远不止你所知道的那些。若触及了本座的底线，莫说你们一个小小的联盟，即便是整个东瀛，本座也会将其翻过来。说完，不顾那些人的反应，飞身离去。左使大人，我们……站在左使旁边的人沉声说道：这里已经暴露了，咱们要换个地方吗？左使思考了半晌，先回联盟。营帐内，文熙将自己配制的药品送给他们。几人见文熙拿出各种的瓶瓶罐罐，一个个的不由得眼睛都亮了起来。这是麻沸散，撒到伤口处，2个时辰之内，伤口处都不会有知觉。这个是……讲了半晌，终于将这些药的作用说完。此时文熙只觉得口干舌燥，刚想起身找水，就见一只修长的大手递过来一个茶杯。喝吧，白水。知道文熙不爱喝茶，他再给他倒水都是白水。文熙接过一口喝了下去，又将茶杯递还到他的手上。莫玉言好像已经习惯了，只是默默地将杯子放下。几位军医看在眼里，都默默地低下了头。看看吧，他们不可一世的王爷就被这么一个小兄弟拿捏得死死的。文熙没在意几人的变化，将自己要交代的都说完之后，就让他们带着瓷瓶都离开了。莫玉言，明日一早我就要回去了。莫玉言走上前，拉起他的手。这几日辛苦了。文熙摇头笑道：只要你知道我辛苦，我便不觉得辛苦。实际上有空间的加持，他是真的不觉得疲惫。明为今夜应该会醒，我已经将具体的护理方式交给周军医了，后续由他接手便好。好。文熙又说了很多关于伤者营和林薇的事情，莫玉言都一一的应下，似是只要是他说的，无论是什么他都会点头，目光灼灼的望着他。你今日怎么了？不是，就是想多看看你，毕竟过了明日，又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再见到。本王在外行军打仗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了牵挂。文熙从怀里拿出扳指，你看，我始终在这里，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莫玉言，我不是可以任由别人养在笼中的金丝雀，我需要变强大，所以在我真正的嫁给你之前，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那个真的可以与你并肩的人，而不仅仅是你喜欢的人，明白吗？莫玉眼揉揉他的发顶，温柔地笑着。我明白，都明白。第二日一早，暗一便驾着马车带着文熙离开了。自从他走后，军营里的人明显感受到自家王爷的变化，就连林威副将恢复清醒，都没能让他展露笑颜，就连暗二都忍不住小声的抱怨：唉，还是文姑娘在的时候好，现在主子都不会笑了。话音刚落，就见暗三对自己使眼色，他顿时警铃大作，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刚刚他说的主子一脚踹出了院子。到了霓裳坊，文熙就把陈鑫几个找了过来。清平郡的2处铺子都需要装修，他准备让林家3兄弟林宇、林志、林华去那儿盯着。先前赵夫人的话他始终记在心里，为防止新姨娘的哥哥给他使绊子，他定然要找几个武功高强又机灵的去做监工。陈鑫则跟在自己的身边，将一切安排好，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慕容欢，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文熙无奈地对着窗口说道。只见他话音刚落，一个红色的身影从窗外翻了进来。小文熙反应很敏锐嘛，本座刚刚到就被你发现了。我不会武功，自然不知道你来了，但是你身上的味道太香了，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不错呀，小文熙，本座熏的香可是价值万金，极其难得。你若喜欢，本座送你一些。他坐在软榻上，从怀中拿出一个瓷瓶递给文熙。送你了。文熙拿过来闻了闻，真的是有点香过头了。就这种香料要万金。怎么看不上？这么名贵的香料在东城可是极为难寻，错过这一次，本座可不一定舍得割爱了。文熙笑了笑，这是我做的香膏，你闻闻。香膏？那是什么东西？我从未听过。他打开瓷罐，一阵极其淡雅的香气传来。
谢文熙，这是什么味道？竟如此好闻！你手中的是玫瑰香膏，我刚刚研制的新品，跟你口中的熏香差不多吧，但是更好闻也更方便。慕容欢闻过味道就不愿意还了。本座帮你跑腿，总得有点奖励吧？你就用这香膏抵好了。喜欢就直说，还拐弯抹角，拿跑腿费说是做什么？不过像慕容欢这般见惯了世间稀罕之物的人，都如此喜爱这香膏，那普通人定然更加喜欢。看来这香膏市场，我定然可以站得稳稳的。不过眼下他并不准备拿出来售卖，而是准备等清平郡的霓裳坊开业之后再拿出来出售，最好可以让霓裳坊一炮而红，在清平郡彻底的站稳脚跟。转眼过了1个多月，清平郡的铺子也快装修好了。收到林雨传来的消息后，文熙就起身出发清平郡。一路上他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似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林雨见文熙的马车到了，赶紧走过来。姑娘，找您猜对了，铺子刚刚装修完，就有人来找事了。文熙点点头，意料之中的事情。他走上前说道：官差大哥，不知这铺子可是有什么问题？官差回过头，看到是一个小姑娘，语气不善：小孩子家家有你什么事儿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是我们掌柜。掌柜？你？官差再次打量了文熙一圈。既然你是掌柜的，那我就跟你说吧，你的铺子不合格，我们要贴封条。不合格？哪里不合格？文熙脸上带着笑意，眼底却冰冷异常。不合格的地方您指出来，不然全凭您一张嘴就将我这铺子给封了，你觉得我会服气吗？不服气？你准备怎么不服气啊？说罢，他抬起手朝文熙的脸摸去。跟大爷我好好说说，或许我心情好，放你一马。话音刚落，只见暗衣一把抓住他的手，狠狠的一扭，只听咔嚓一声，骨头断了。那官差疼得在地上打滚儿。老大，你怎么样？要不要好一点啊？老大，你这手是不是断了？他恶狠狠地看着文熙说道：你们竟敢跟官差动手，活得不耐烦了。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别说你是官差，即便你是清平郡的知州大人，我也敢打。文熙走上前轻声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养的狗，回去告诉你主子，有能耐不要做缩头乌龟，真刀真枪的，我也不会小瞧了他。若是一直缩在乌龟壳里，本姑娘不介意将他那乌龟壳砸烂。说完，不顾他惊恐的神色，踩着封条进了铺子。老大，那怎么办呀？那群官差没想到这铺子的掌柜这般不好惹，能怎么办？回去跟统领大人说一下。走。文熙将铺子的装修看了一遍，十分的满意，接下来就等待麻烦自己找上门了。果不其然，第二日一早，新平就带着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铺子外面。文熙坐在厅内喝着果汁，听到外面的动静，他唇角微勾。来了。只见新平站在铺子前，眼神冷冽。这原本应该是他妹妹的铺子，没想到竟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还害得妹妹被休。今日他定要替妹妹报仇，顺便再将这铺子收回来。文熙脸色未变，依旧在淡定地喝着果汁，旁边站着暗衣和陈星，还有林家兄弟。新统领就是他，昨日就是他打伤了老大。新平看着眼前的小姑娘，眉头微皱。这小丫头看起来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我妹妹竟会败在这么个小孩子的手里。你是霓裳坊的掌柜？新统领久仰大名啊，在下霓裳坊的掌柜文熙。听说昨日我手下的人来你铺子，被你打伤了。他目光如鹰隼一般看着文熙，缓缓地说道：你可知道与官府作对的下场？与官府作对？既然如此，那我可要好好与统领大人说说了。官差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子，又该当如何呢？调戏？统领的手下回去没跟您汇报吗？还想调戏我，便被我的人打了一顿，仅此而已。他指了指外面，就在大街上，想必很多人都看到了。新平暗骂了一声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问他缘何要封我的铺子，他说不出来，还想对我动手动脚，手段呢都是便宜他了。文熙似是为他着想一般的提醒道：新统领，这种人您可要好好的惩治，以儆效尤，不然会让咱们老百姓以为这清平郡府衙的大人们都是这副色欲熏心的死样子，那就不好了。您说是吗？一顿连敲带打的说下来，新平都快忘了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了。本官都让你带偏了，即便你打他事出有因，但是你这铺子不合格，怎么可以将封条撕掉？我昨日便问哪里不合格，但是您的手下根本说不出来，不然您今日指出来，我瞧瞧。新平再一次被对得哑口无言，以往随便找个借口将铺子封了，谁敢说不行？
没想到今日真的就遇到个敢说不的。还是说心筒里看我年纪小，想欺负我？文熙眼中不再带着虚假的笑意，语气冰冷地说。亦或是心筒里想替您的妹妹鸣不平，故意找我的晦气，顺便贪图我这铺子，想占为己有。心平的眉角一跳，他知道自己的妹妹会输的原因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孩子会有的眼神，冰冷至极，仿佛自己内心所想的都无所遁形。你胡说什么？本统领岂是徇私枉法之人？既然如此，还请心统领指出我这铺子到底哪里有问题，否则您这样平白封了我的铺子，我定是要去知州大人面前说上一说，辩上一辩的。哼，知州大人岂是你说能见便见到的？若如此，知州大人每日不是要忙死了？心统领想给我使绊子，我自然奉陪，但是至于我能不能见到知州大人，这是我的本事，不劳您费心。心平冷冷地盯着眼前的文熙，第一次从内心深处生出了一种浓浓的忌惮，眼前的这个人定然很难对付。姑娘，您的信。暗衣适时地走上前来，将手中的信封递给文熙。心平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瞳孔猛然的一缩。这信封，我昨日便在知州大人的桌子上瞧见过，难不成这信是写给他的？绝不会错，这字迹就是知州大人的。难怪他这么有恃无恐。若我真的惹了他，那么等待我的是什么？当他将目光再次投向文熙时，眼底的忌惮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了。心平在他这里没讨到好处，匆匆的离开。不过文熙心中的怪异之感并没有消失，总是心神不宁。阿姨，你主子现在在何处？阿姨摇摇头，近些日子主子并没有传授过来，属下也不知主子现在何处。定好铺子的开业日期之后，文熙便启程回镇上。马车刚刚行至一半，文熙便再次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不由得心下一惊，直接闪身进入空间。自从空间升级之后，他便可以在空间内洞察外面的一切，这次他倒要好好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暗一看着挡在马车前面的灰袍人，沉声说道：不知阁下有何贵干？那人缓缓地转过身，只见他脸上戴着一个银质的面具，根本看不清长相，声音沙哑：找人。阁下既是找人，还请不要挡路。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马车之中，要想活命就给我让开。阁下不要胡搅蛮缠，我们姑娘还未出阁，怎可让人随便登车？暗一的软剑还没抽出来，只见那灰袍人一记掌风轰出，直逼他面门而来。他向旁边闪身，刚想与他站在一处，就见那灰袍人冲着车门轰去。原来这个人一开始就不是要攻击他的，而是冲着文姑娘去的。好一招调虎离山！他刚想回身反击，就见陈心抽出刀迎上去，还没等靠近，就被那人的内力震飞了出去。隔空将一个武功不低的大活人震出去，此人的内力高深到何种地步了？眨眼的功夫，车门直接被劈开。坏了！安一刚想飞身前去，哪怕当肉垫也好，但是车门打开的瞬间，他傻眼了。文姑娘哪去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刚刚还在车里，怎么就不见了？愣住的不只是他，还有已经站在车上的灰袍人。马车内还有咬了一半的草莓，还有正热乎的果茶，这一切都表明刚刚有人在车上，而且在车帘晃动间，他明明看到了文熙就坐在里面。是谁？究竟是谁带走了他？车内空间就这么小，不会存在暗格一类的东西，所以文熙是发现了不对劲儿，便提前跑了。果然是个有趣的小东西。他面具下的唇角微微的勾起，眼中闪出了兴味的光芒。暗一提着软剑朝着灰袍人刺去，只见他右手成爪，隔空抵住暗一的软剑，动作极其的轻松，仿佛只是在喝茶一般的惬意。反观暗一，脸色涨红，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向前一步，内力高低一看便知。他觉得玩够了，伸出了另一只手，一掌将他掀翻，没管暗一和陈心，就直接飞身离开。在空间内的文熙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味道。上次在一心的房间里，然后在车里，他闻到的味道与这个人身上的味道如出一辙。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与他无怨无仇，甚至都未曾见过，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我的身边缠着我？陈曦和暗一在远处勉强爬起来，口中的鲜血不断的涌出。文熙见他们离得较远，便闪身走出了空间。你们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姑娘！暗一刚站起来，结果眼前一黑，又倒了下去。那灰袍人内力极深，刚刚那一掌正好拍在了他的心口处，差点一掌把他拍死。如今是真的站不起来了。
文熙快步走上前，拿出2颗药丸放入他们的口中，又取出2个瓷瓶的灵泉水，服下之后2人这才感觉好了一些。姑娘，您刚刚去哪里了？我先前感到有人，便提前躲了起来。原来如此。暗一喘了一口气，沉声道：姑娘，此地不宜久留，那人武功极高，我和陈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看样子他是专门冲您来的，找不到您他不会罢休，咱们快点离开这里。话音刚落，只见一个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找到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灰袍人出现在距离他们仅10米的地方，几人竟都没有发现。暗一和陈心想将文熙护在身后，奈何刚刚伤得太重，连站起来都吃力。文熙拍拍他们的肩膀，走上前，看着灰袍人说道：我不认识你，你为何要抓我？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呀，我无意伤你，所以只要你听话，乖乖跟我走，你包括你身边的人都会安全。若你不听话，你跑得了，他们可跑不了。文熙的瞳孔微缩，确实如他所言，若自己不跟他走，他有无数种方法让他不得不妥协。我跟你走，你就会放了所有人。姑娘，不可！聒噪！暗一话音刚落，只见灰袍人出手，便朝着暗一轰去。文熙见状，直接挡在暗一的身前。他知道灰袍人定然对他有所企图，所以不会伤他。果然，灰袍人见他挡在暗一的身前，立马撤了掌风，漆黑的瞳孔不悦地看着他：你不要命了？我自然是要命的，只要你不伤害其他人，我可以跟你走。文熙上前一步：我不知道你找我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保证，你若伤了其他人，我定让你的计划付之东流。我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是你对我如此执着，想必我在你的计划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吧。不愧是他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这等蝼蚁我还不放在眼里，我承诺，只要你乖乖跟我走，你身边的人都会安然无恙。他选中的人，他是谁？文熙从怀中拿出了不少药丸递给暗一，车内的暗格里面还有很多药丸，此次一别，不知何时能再回来。铺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们2个了。还有文家，你主子那边先不要告诉他，行军打仗切不可分心。姑娘，不必多说。实际上他也想知道这灰袍人屡次接近自己，目的到底是什么。文熙转头看向灰袍人说道：走吧。那人抓住他的肩膀，只瞬息间便消失在暗一和陈星的眼前。暗一统领，怎么办？陈星捂着胸口，又咳出了一口鲜血。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联系主子了。可是姑娘不是说……对于主子来说，姑娘是最重要的。若主子知道我们知情不报，我们还能有命活下去吗？再者，那人武功极高，只有主子能与之一战。别说我们2个，即便是再加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陈星点点头，确实自己还没靠近，就被他用内力轰飞了。暗一的武功远在自己之上，也没能讨到丝毫的好处。2人爬上马车，快速驶往镇子的方向。灰袍人带着他用轻功飞了一会儿，在一处山涧停了下来。文熙环顾四周，只见周围都是100米高的山崖，对他这种一点轻功都不会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囚牢，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观察力不错，既然知道自己跑不掉，就安心住下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灰袍人闻言缓步走到他对面，在他眉心处轻点了一下。文熙瞬间便感觉到眉心那只被慕容欢种下的蛊虫蠕动了一下。蛊？这人也会蛊？你是天门山要守护的人，我要找的就是你。你跟天门山有仇？那人摇摇头，并无。现在我已经被你抓了，你总要告诉我抓我的原因吧。你既然不想杀我，还必须要抓我，想必定然有需要我的地方。你总要告诉我，到底要我做什么吧。灰袍人定定地看着他，又似在透过他看着别人。你的蛊术从何处学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会蛊术？我会蛊术的事情只有几个亲近的人知道，其他知道的人已经死了。难不成那日杀了容念的人就是他？不对，或许更早之前他就知道我会蛊术了。第一次闻到那股异香是在一心的房间，所以那个时候眼前这个人就知道我会蛊术了。不过在守卫极其森严的别院，还是在莫玉眼的眼皮子底下，即便他武功再高，也不应该连蛛丝马迹都没有，除非……文熙震惊地看向他，是他，很敏锐嘛。灰袍人的唇角勾起，显然已经知道文熙猜出来了。
你是一心。灰袍人笑了笑，将银质面具取下。正是在下。与刚刚沙哑的嗓音不同，他的声音极其清冽儒雅，长相也俊秀非凡。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文熙心下大骇，被蛊虫折磨了这么多年，刚刚恢复，武功就如此高，若体力恢复至巅峰，不知会怎么样。正因为是救命恩人，我才没有伤你。他笑了笑，看似无害，文熙的心却不住地往下沉。听墨玉言的意思，这一心在他身边多年，没想到竟然是头狼。他蛰伏在战王府，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明明会蛊术，为何中了蛊自己却不解？自然是在等你啊。等我？不必追问，此乃天意，不可过多透露。文熙后背不由得浸上了一层的冷汗。所以他是在多年前便知道我会出现，并且给他解蛊。这人难不成能掐会算？我在马车内晕倒的那一次，也是你的手笔吗？我只是点了一点魂吸香罢了。魂吸香？告诉你也无妨。他拿出一个类似罗盘的东西托于手心，只见他拿出的瞬间，罗盘上的铜质指针原本指向其他的方向，突然就震动起来，直直地指向了他。一心见状，笑着说：看吧，他选中了你。他收起罗盘，淡淡地说：自从罗盘选中你，便一直安静地跟随你的方位，变换指针方向。那日罗盘突然震动起来，这便是说你的灵魂不安稳了，需要用魂吸香招魂，所以那日你才晕了过去。魂魄不安稳，难不成这个小东西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魂吸香会让人产生幻觉吗？不会，若你在昏迷期间看到的一些事情，那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果然，所以曾经师父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并不是我臆想出来的。那你抓我过来究竟要做什么？这件事总该让我知道吧。我需要你的血。血？你是需要我长期为你供血，帮你养蛊虫？聪明。一心赞赏地看了他一眼。从今日起，你就跟在我身边，只要你听话，我不会亏待你的。话音刚落，只见他伸手点住他的穴道，文熙瞬间动弹不得。你做什么？一心没理会他的质问，扛着他走进了一个山洞。刚进入山洞，里面还是一片漆黑，越往里面走，文熙就觉得空气越来越潮湿，也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不一会儿，眼前彻底亮了起来，只见偌大的山洞里摆满了各种透明的玻璃瓶，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蛊虫。这一幕让他瞬间头皮发麻。这怎么那么像师父的那个实验室的暗格？只是这里没有现代化的机器罢了。难不成这个人是我师父穿越过来的？你到底是谁？要做什么？一心依旧没有理会他，只是拿出了一把小刀，在他手上画出一个口子，拿出一个瓷碗，将他的血滴在里面，直到他指尖不再有鲜血流出，一心才将碗移开。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蛊虫，将文熙的鲜血滴在他身上几滴。只见那蛊虫闻到鲜血的味道，瞬间疯狂地扭动起来，将鲜血快速地吸收之后，肉眼可见地长大了一点。果然天选之人的血就是与众不同。他舔了舔嘴角，看着文熙的眼神露出疯狂之色。天选之人？文熙看着他眼中的神色，只觉得心底一阵战栗。前世我的师父以为我可以变成养蛊的躯壳，如今这个疯子又说我是什么天选之人。天选做什么？给他养蛊不成？你不用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让别人伤害你，我会永远保护你。一心说罢，拿出了一个瓷瓶，里面是上好的金疮药，涂在伤口上，感觉十分的清凉，痛感立刻就消失了。你身上的血可不能浪费一滴。他指了指山洞中的蛊虫说道，即便是最后一滴血，也要用来喂养我的孩子们。文熙听着只觉得无比的恶心。你想用我的血去养虫子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有条件。一心闻言不禁哈哈大笑。条件？你竟然想跟我谈条件？也不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你觉得你真的可以永远把我关在这里吗？你觉得这世上只有你会蛊术？别忘了，你身上的臭虫子还是本姑娘取出来的。我能取出一条虫子，就能取出第二条、第三条，甚至是你养的这些恶心的东西，我都有办法毁掉。话音刚落，文熙的脖子便被他用大手狠狠地抓住。他们不是臭虫子，不是恶心东西，是我的孩子们。文熙被他掐得喘不过气，但是没有一刻钟有过妥协。他牢牢地盯着他的眼睛，脸色涨红，
却一点都不肯屈服，最后还是一心败下阵来。他真的怕自己失手掐死他，毕竟这辈子或许只能遇到一个文熙这样的特殊体质。什么条件？你不能想什么时候取血就什么时候取血，要有固定的时间，也不能想取多少就取多少，否则你在我这里一滴血都不会得到。一心有些错愕地看着他，我抓你来难道是供你当菩萨的吗？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我的囚犯。你若不答应，我保证你永远都找不到我。你别忘了，我之前说过，你要是敢逃，我就把你身边的人……一心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文熙打断。我若一生都被你做虫子的口粮，那他们对于我来说有任何意义吗？你想杀便杀吧，说杀了一个人，我就把你的虫子们通通毁掉。他不是危言耸听，之所以敢跟他走，就是因为他有全身而退的把握，大不了躲进空间里一辈子，也比在这里活受罪强啊。一心看着他，心里微微的忐忑。对于文熙的话，他不全信，也不敢不信。这女人能作为天选之人，必然有她的过人之处，而且她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最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便是，她在马车上是如何躲过自己的搜查的，她离开后，她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好，我答应你，每3日取半碗血。还不把我的穴道解开？一心在他身上轻点了几下，文熙便感觉自己的身体可以动了。内力果然是个好东西，有机会他定然要学的。一心将他带到一个山洞，里面放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旁边的架子上摆放了几本书。从今天起，你便住在这里，谷内你可以自由走动，但是不要生出任何逃跑的念头，否则……知道了，啰嗦。文熙摆摆手对他说道。那吃饭呢？怎么解决？他指了指外面。总不能让我啃树皮吃青草吧？吃的不用你管，每日我会给你送来。文熙点点头，对他挥挥手。下去吧，本姑娘要休息了。今日让你取了血，头晕。一心的眼角跳了几下，怎么感觉自己抓回来的不是孩子们的口粮，而是给自己找了个祖宗？一心离开后，文熙便躺在床上装睡，实则意念早就进入空间之中。文熙坐在空间的地上，猛喝了几口灵泉水，这才舒服了些。眼下我是无法真正摆脱一心这个变态的。他不是没想过要下毒，但是此人精通养蛊之术，像他这种人是不会不懂医术毒术的，一个不慎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若不用毒术，自己武功也不会，要怎么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呢？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他看到了原本长在水塘里的药莲。自从空间升级，水塘变成了小溪，药莲便长在了溪水之中。不知是不是灵泉水变成了活水，品质更好了，药莲的数量也从3株变成了现在的8株，隐隐约约的还有继续生长的迹象。看来日后自己这里会出现整片的药莲。他记得幻蝶噬心蛊对药莲的味道极其喜爱。自上古医书中记载，这药莲除了可以治病救人，也是做断魂丹的药引。断魂丹向来只有药方，从未有真正的丹丸出现，因为药莲难得，100年都难以出现一株，即便是被有缘人得到，也不会拿来制毒。这断魂丹刚刚服下的时候是没有丝毫感觉的，但是只要在身体中积攒一定的分量，便会在顷刻间爆发，让中毒者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不仅如此，这断魂丹若不加入药莲这个引子，便也是这世间难得的补药。说我将这断魂丹用在一心身上，或许还能有几成把握。说做便做，文熙按照药方将丹药做了出来，只是没有放药莲。药莲需要让他单独服下去，才能作为引子，将丹药中的毒性完全释放出来。做完了断魂丹，文熙便离开空间，刚刚准备睡下去，就闻到空间中淡淡的玫瑰味。文熙一下子坐了起来，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慕容欢，你怎么来了？话音刚落，只见原本一直穿着红色的慕容欢已经换上了黑色的夜行衣。担心你啊，暗一和陈星都回来了，陈星伤得比较重，还在昏迷中。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你在途经之地都留下了记号，我循着香味过来的。文熙制作的香膏味道独特，其他的人根本无法复制，而且香味不易消散，否则如此偏僻的地方他也很难找到。我带你离开。你可知这个人是谁？是谁？是一心。慕容欢一愣，跟莫玉眼相识这么多年，一心这个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不是被劫走了吗？难不成都是在演戏？具体情况十分复杂，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而且他武功极高，好在你轻功好，否则现在定然会被他发现的。回去找到莫玉眼，就说我已经想好了自救的办法，让他不用担心，剩下的他知道要怎么做。
慕容欢只好答应。暗一二人在一心的手底下，连一招都接不住，可想而知此人的武功到底有多么厉害，自己定然是不会是他的对手。若想带走文熙，更是难如登天。为今之计，也只能听从他的安排。既然他说有自救之法，那自己就相信他。慕容欢离开之后，文熙便睡了过去。毕竟折腾这么久，他是真的累了。第二日一早，天刚刚亮，文熙便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文熙走到外面，发现一心已经将饭菜摆好了。吃吧，他面无表情地说道。多吃点，我做的都是补血的。原本真的有点饿了，但是听完他说的话，他真是一点食欲都没了，草草地吃了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一心唇角微勾，哼，你不怕我在菜里面下蛊？哼，怎么下？把你的宠儿子们炒给我吃。说完，不顾一心铁青的脸色，起身离开了。文熙知道一心现在拿自己没办法，打不得杀不得。几日过去，两人皆相安无事，期间取血，文熙也十分的配合。这天又到了取血的日子，文熙将断魂丹取出，放在桌子上。刚巧一心端着琉璃来取血，看到文熙拿起一颗黑色的药丸准备吞下去。你在做什么？文熙似是被吓了一跳，手中的药丸差点滚落在地上。你吓我一跳，我吃药，这你也管？什么药？他一把夺过来闻了闻，随后又开始上下的打量他。你需要吃这个？怎么了？强身健体。文熙上手去抢，边抢边说，你还给我，这药丸只有一颗，快还给我。他手在抢，眼睛却一直观察一心的表情变化。他就不信，面对这全部都是几百年份的极品草药炼制成的药丸，他会不心动？果不其然，一心直接将药丸收了起来。你一个还未及笄的姑娘，吃不得这个。怎么吃不得？文熙停下动作，冷哼一声，我吃不得，难不成你能吃的？吃这个对我取血不好，你的血液不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污染，所以这个我拿走了。文熙心中窃喜，距离成功近了一步。一心回到房间，将药丸拿出来，仔细地闻了闻。没错，这里面都是极品的草药，有一些甚至都超过了几百年。眼下他身体还未全部恢复，每日都要调理，若吃了这个，怕是可以瞬息间就恢复。想到这儿，他毫不犹豫地将药丸吃了下去。药丸刚下肚，一股热流便从他的体内流向四肢百骸，身体原本的暗伤也得到了修复，瞬间回到了顶峰的时候。他来到镜子面前，里面的人好像又年轻了一些。长此以往，再加上文熙的鲜血，我一定会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他在房间里笑得癫狂，门外的文熙嘴角勾了勾，死变态，暂且让你得意2天，等药效全部渗透到你体内，姑奶奶就送你上西天。回到房间，只见一只鸟在自己的桌子上趴着。这不是？他快步走上前，果不其然，在鸟腿上绑着一张纸条，上面没有任何的字迹。文熙却懂了，莫玉眼要来找他了。霓裳坊内，莫玉眼和慕容欢相对而坐，两人的面色皆十分难看。莫玉眼，一心在你身边蛰伏这么久，可见其城府极深。现在要带走了文熙，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文熙又不让我们轻举妄动，这……慕容欢不复以前的懒散，只见他将折扇放在桌子上，双手紧握，眉头皱得极深。本王不能让他一个人涉险，在一心身边太过危险了。那个山谷我去过，若不是轻功极好的人，下去就是摔死。即便我们去了，若能带走他固然好，若带不走，不仅他会有危险，就连你我2人都可能折在那里。主子，属下愿意随您去救姑娘。你俩还是算了吧，你们跟着只会更早的暴露，不要添乱了。暗一和陈曦闻言都有些羞愧，文姑娘是在他们手上丢的，都怪他们没用，连一心的一招都接不住。不必多说，本王会亲自去接她回来。话音未落，只见一只鸟儿落在窗框上。主子，是您给文姑娘送信的那只。暗一激动地把鸟儿放在桌子上。咦，没有回信。莫玉眼思忖片刻，唇角微勾。看来他已经准备动手了。这2个人在打什么哑谜？莫玉眼给他送了一张什么都没有写的纸条，文熙将纸条收下，连信都不回。这难道是什么新的暗语？本王给他送信，怕被一心所解，但是他看到那只鸟，便知本王已经知晓他身陷险境。如今他将鸟儿放回来，是想告诉本王他很安全，并且不留下只言片语，就是不想让别人打乱他的计划。那你打算怎么办？本王不会打扰他，但是动了我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族人，本王都不会放过。
墨鱼眼的唇角勾起了一个冰冷的笑，看得慕容欢头皮发麻。曾经的那个大魔王又回来了。或许是拿人手短吃人嘴短的缘故，吃了文熙的药丸，一心对他的态度明显好了许多。过了2日，正是文熙打算动手的那天，山谷里突然来了一个女人。只见她一身红衣，脸上还戴着一张红色面纱，绝色的容颜若隐若现，仿佛仙子一般。你是何人？怎么会在这里？没等文熙回答，就见一心连跑带颠地从房间里出来。师姐，师姐。文熙看着明显看起来比一心还要年轻的女子，心底不由得惊叹，看着也就比我大上几岁，竟然是一心的师姐。师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来快来，师姐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一心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琉璃瓶，只见里面有一条青色的蛊虫正在沉睡。师姐，这可是我刚刚养出来的，可谓是见血封喉，它的爪子堪比刀剑一般锋利，身上还带着剧毒，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要人性命。他放到红衣女子的手中，颇有些谄媚地说道：我知道马上就是师姐的生辰，这个便是送给师姐的生辰礼，可好？红衣女子接过，脸上微微地漾起了笑意，瞥向不远处的文熙，又不禁皱起了眉头。那个女人是谁？一心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就是我抓回来的一个药人，准备用她的血养蛊。若是文熙的身份暴露，或许会直接被他带走。他这个师姐是他竞争门主之位最大的威胁，这么重要的筹码，他怎么可能让这位好师姐知道呢？红衣女子闻言便不再追问，毕竟他们养蛊之人身边有几个药人是极其寻常的事儿。只不过这小姑娘生得如此绝色，她这个师弟莫不是起了什么其他的心思？易师弟，你这药人选的真不错，又美又水灵，你不会是想……师姐说什么呢？我都什么年岁的人了，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红衣女子点点头，也是，到了他们这个年岁，眼里哪还有什么儿女情长？罢了，我回去了，门中还有许多事情处理。师尊最近闭关，我是一刻都不得闲。今日办事，顺路来瞧瞧你，先走了。说完就准备离开，一心巴不得他赶紧走，笑盈盈地将他送出去。在路过文熙的身边时，只见那红衣女子猛然停住，伸手抓住文熙的肩膀，用力地按下。好痛！红衣女子这才松开了手，心中最后一点疑虑也打消了。看来这女子确实是一心的药人，丝毫内力都没有，如此他便安心了。虽说他们修炼血蛊的人可以长久保持容颜不衰，但是身体的年龄是骗不了人的。若不能找到天选之人，他们也只能像正常人一样，慢慢的衰老死去。师尊穷尽一生，即便蛊术已经出神入化，却也只能认命。此次闭关也是为了找寻延长寿命的秘诀。眼看大限将至，门中唯二跟他有竞争力的，一个是荣念，但是已经死了；另一个就是一心。他虽然入门较晚，但是天赋奇高，师尊极其的喜爱。若一心起了争夺门主之位的心思，他还真的是要防备着。师姐，怎么了？不是，我就是好奇你这药人，想仔细瞧瞧。果然是美貌无双啊！用来养蛊真是分外可惜。说罢便运行轻功飞身离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一心才松懈下来，喃喃道：这个荣安还真是多疑，真难对付。荣安，刚刚那个女子居然是荣安，明明是慕容安泰师父辈的人，怎么如此年轻？难道是血蛊的原因？那一心是他的师弟。文熙有些僵硬地看着他，难不成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老怪物？看起来20岁，实则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这也太惊悚了。见红衣女子已经离开，文熙便将提前泡好的药莲水拿出来，自斟自饮。刚刚同荣安说了半天话，一心也觉得十分口渴，径自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什么水？怎么有一股莲花香味儿？他浅酌了一口，觉得味道还不错，便直接将一杯都喝下，咂咂嘴又倒了一杯。文熙淡笑不语，只自顾自地喝着。喝吧喝吧，喝完了今天的，你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只见他将一壶茶水都喝得差不多了，文熙便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只静静地等着毒素发作。可是一直到了天黑，一心都没有任何的异常。就在他准备去一探究竟的时候，就听到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
文熙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只见一心正在房间里不停地翻找着什么，就连他平日里宝贝的不行的蛊虫都被扔在了地上。只是眼前这个人看上去颇有几分奇怪，他仔细地看去，这才发现他原本束好的发髻已经披散下来，曾经乌黑的发丝间夹杂着一些白发，身体也不似之前的那般高大，有些佝偻。怎么会这样？为何会这样？他一边翻找着，一边喃喃出声：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文熙隐在空间之中看着眼前的一幕，完全印证了他的猜想。一心根本不是什么年轻人，而是同样修炼了血蛊的老家伙，靠着血蛊之力使自己一直保持在年轻的状态。这时文熙突然听到一心痛苦的呻吟声，只见他趴在地上，嘴边的鲜血不断地流出。他还想去最后一个暗格里翻一下解药，但是他不知道断魂丹是没有解药的。他趴在地上，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再动一下。就在这时，一双酱紫色的鞋子映入眼帘。文熙从空间中出来，一步一步走到一心的面前，见他浑身狼狈的样子，心里舒服极了。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啊？他蹲下身，语气中带着嘲讽的笑意。这哪里是你先前那般风度翩翩的样子？难不成这才是你的真面目？是你对不对？你给我下毒！说完，他伸手就想要抓他的脚踝，被他轻松地躲过了。被人下毒的滋味不好受吧？老东西，我告诉你，今日你必死无疑。为什么我虽囚禁你，却从未想杀了你？你竟然问我为什么？囚禁我，让我没有自由，3天就要取一次血，我凭什么要因为你过这种生活？再说，你知道修炼血蛊，你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那些人为什么要为你的贪婪和私欲丢掉性命？就凭这些，你死100次都不为过。一心艰难地抬起头，嘴角勾出一个苦涩的笑容。若有选择，谁愿意这样？这个时候就不要装可怜了。种下什么因，便得什么果。说你自己不想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一开始就不要做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一心趴在地上，没有言语。若不是身体还在微微的起伏，还以为已经死掉了。事已至此，我只想知道你是如何给我下毒的。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文熙淡淡地说：断魂丹听说过吗？断魂丹？你竟然会炼制断魂丹？那炼制断魂丹所需的药材，皆是传说中存在的极品草药，你怎么会有？况且那丹方……山人自有妙计，这个你无需知道。之前你问我，那水中怎么会有淡淡的莲花味儿？其实那个就是药引，跟你前几天服下药丸的药性相结合，就成了传说中的断魂丹。原来如此，一心释然的笑笑。他自诩聪慧过人，自视甚高，没想到今日却栽在一个小娃娃的身上，说出去真是让人笑话。小文熙，果真是你？什么意思？他有些听不懂。最重要的是，一心此时说话的语气竟让他有些莫名的熟悉，或者说跟曾经的你不一样的，但是这才是原本的你。他咳出了一口鲜血，眼睛中已经有些浑浊。当初没杀了你，到底是对还是错？还不等文熙回答，他继续喃喃自语：当年若不是我心软，岂会留你一命？若当初罢了，就当是还债了。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文熙的心底隐隐地觉得不安，语气也极为的凌厉。说清楚。一心侧头看着他，曾经没死在你手里，现在将这条命还给你，也算是还了当年害你全家性命的债了。全家性命？难道……他脚步不受控制地往后退，颤抖着声音问道：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希儿，见到为师不用这么诧异吧。一心坐在地上，还不等文熙反应，只见他右手成掌，文熙便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栽倒在他的面前。左右我活不过今日了，为师这通身的本事也带不走，还是传给你吧。说罢，文熙便觉得一股真气突然涌入了自己的身体中，他想挣扎却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发从仅有的几根白发变成了满头的银丝，皮肤也变得如垂暮之人一般。不知过了多久，他似乎力竭了，再也坚持不住，重重地倒了下去。感觉到周身的束缚消失，文熙赶忙看向他。师父。小文熙，不要这么善良。为师从来不是什么好人，上一世不是，这一世依然不是。不要被为师的表象迷惑了。一心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其实从很早以前，为师就怀疑过你是穿越而来，毕竟你会的都是曾经我教你的。那为什么不问我？为何要问你？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他大口地喘息着，缓了一会儿说道：前世今生，为师都是想利用你帮我养蛊，只是前世失败了，这一世依然失败了。实际上第一次取血后，那蛊虫喝了他的血之后，一开始确实肉眼可见的长大了，但片刻之后，那些喝了他的血的蛊虫全部死掉了，所以他的血根本无法直接让蛊虫吸收。也是从那以后，他更加肯定文熙就是自己上一世的徒弟。师父。文熙跪坐在旁边，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对我？小文熙，天命难违呀。你这一生注定要经历这些，为师欠你的还清了，即便是到了九泉之下，心里也坦然。一心抬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世为人，师父欠你一句对不起，今日以命相抵罢了。话音刚落，文熙便感觉他的手从自己的肩膀处滑落下去，再一看，他已经没有了声息。师父。莫玉眼和慕容欢赶来的时候，文熙还保持着跪坐在地上的姿势，眼角处的泪痕清晰可见。希儿，你怎么了？文熙看着地上的尸体，没有回答。他这个状态，莫玉眼更加的担心了。希儿。慕容欢走上前，看着地上的尸体说道：这人是谁啊？是一心，即便面容苍老了，本王依旧能认得出。莫玉言，我杀了他，是我杀了他，我竟然杀了他。莫玉言以为他是因为第一次真正的动手杀人，所以情绪有些激动。不要害怕，是他先劫持了你，这种人死有余辜。文熙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摇头。慕容欢围着一心的尸体转了几圈，语气低沉：他也是血蛊的修炼者，被反噬后又中了毒。毒是我下的，我给他下了断魂丹，导致他不能与他所养的母蛊相连，所以容貌上恢复了他原本的样子。断魂丹的余毒又了结了他的性命。慕容欢点点头，跟他所想的相差不大，随即便在他的房间里转了好几圈，看到满墙的琉璃瓶。这群养蛊的人真是可怕，整日与这么多虫子为伍，也不害怕。慕容欢虽精通蛊术，却从不养这些恶心人的东西，他可是洁癖极其严重的人。这些人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不仅残害性命，还蛊惑人心。蛊惑人心，难不成？他不可置信地摸上自己的脉门，原本伤心的表情瞬间僵住，唇角扬起了一抹自嘲的笑容。所以你到死都在算计我，师父。他感受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只蛊虫的幼虫，若不是自己有灵力可以探查体内的异样，他就真的又要被算计一次了。他不知道这幼虫是如何进入到自己体内的，但是眼下下蛊之人已死，若想取出，对他来说也不难。他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淡淡的说：莫玉言，将这里燃了吧，就让他葬在这山谷里，跟他养的虫子们一起。在自己的这个师父的眼中，跟了他10几年的徒弟远远比不上这一墙的虫子，算计他一事不够，还想再算计他一次。他摸上脉门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中的蛊虫是什么了，是迷心蛊。待着蛊虫长成，中蛊之人会无条件的变成养蛊人的傀儡，对其言听计从。而且在这条蛊虫身上，他感受到2个人的鲜血，就是说除了他，还有另一个人也可以控制这条蛊虫。所以即便知道他是上一世的文熙，还是想把他变成养蛊的容器，就算是死了，也要长长久久的控制他。什么两不相欠，什么还债，通通都是骗人的。
就在这时，他的体内突然涌现出一阵不受控制的真气，竟是将莫玉眼都震得退了几步。这是……莫玉眼和慕容欢目光沉重地看着风暴中心的文熙。有人将内力强行灌注到他体内，文熙根本不会控制这些内力，若任由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没错，他会被这些内力撑得爆体而亡。莫玉眼想出手帮忙，奈何根本就无法靠近，而文熙却丝毫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这些内力好像在一点点地钻入他的体内，舒服的想长叹一声。片刻后，内力外放所产生的冲力逐渐减弱，最后一点点地消失。你感觉怎么样？没事。文熙的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是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他已经知道师父是何时将蛊虫放入自己的体内了，就是趁着他传渡内力的时候，他除了自嘲，竟还觉得有些好笑。将内力渡给自己，说什么补偿，实际上是不想浪费他那深厚的内力吧。待以后自己被控制了，不仅是养蛊的容器，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他突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不知何时就流了出来。莫玉眼看出他的不对劲，但是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揽着他。文熙笑够了，哭够了，似是把这两世全部的委屈都哭了出来。将眼泪擦干，他看了看四周的玻璃瓶，目光坚定，沉声道：早晚有一天，我会让用蛊术害人的家务全部消失。小文熙，你的想法我赞同，但是有一件事你需知道，人有七情，喜、怒、忧、惧、爱、憎、欲，贪欲亦是欲。即便是圣人都无法真正克服内心的贪欲，普通人又怎能做到呢？所以蛊术存在一天，就会有人想用它去害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不要试图改变别人，我们能做的就是见招拆招。放心，我会守护你的。一开始还一本正经，说到后面就又是一副妖孽懒散样。文熙白了他一眼，不过经历了这些，他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所有的坏情绪似乎都被风吹散，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安一等人赶来时，文熙几人正站在漫天的火光前，这火是他亲自点燃的，就当是跟过去彻底的告别。文熙看着火光，心中有一块地方突然空了下来。师父，虽然你两世都在算计我，但是我这一身本事都是你传授的，如今就让这大火将过去种种全部烧掉吧，我们两不相欠。姑娘，姑娘，两个声音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只见暗一和陈星跪在自己的身后。怎么了？属下保护不力，还请姑娘降罪。两人垂着头，十分懊恼地说：不仅如此，还让姑娘因为我们身陷险境，真是罪该万死。文熙笑了笑说道：不怪你们，那日无论如何也是要跟他走的，况且若不是跟他走这一遭，或许很多事情我都被蒙在鼓里，如今也算是拨开迷雾见明月了。莫玉眼闻言，眼眸的神色更深了些。起来吧，不用动不动就跪的。文熙回到铺子的时候已是深夜，折腾了这么久，分外疲惫，几乎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夜他梦到了前世的很多事情，师父如何指导自己医术和蛊术，如何教自己炼药，就连小时候零零碎碎的片段竟然都出现在他的梦中。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想起自己体内的迷心蛊，还是尽早的除了比较好。许是因为一心在将蛊虫放入他体内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那蛊虫只刚刚推进去，他便力竭，想取出来实在太过容易。那蛊虫还在沉睡，文熙用银针封住了穴位，再用刀划开皮肉，直接将那蛊虫取了出来。看到蛊虫的时候，文熙不禁愣了一下，没想到那老头还挺少女心的，这蛊虫竟是淡淡的粉色，看起来肉乎乎的，十分的漂亮。文熙想了想，拿出了一个玻璃瓶，将其放在里面，或许有一天能用上。就在这时，莫玉言走了过来。昨夜休息得好吗？很好，昨晚是这段时日睡得最好的一晚了。你没事了，本王就回军营了。阿尔他们一早传信，有紧急军情需要处理。莫玉言温柔地捋了捋他额间的碎发，轻声地说：你安好，本王才能去处理公务。当本王得知你出事的时候，本王第二次感到了心慌，第一次是得知母妃离世的时候，真的要被你吓死了。文熙看着他的眼睛，眼底是数不尽的柔情，还带着难以掩盖的担忧。他第一次主动伸手揽住他的腰，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会保护好自己，不会让你担心的。他知道让一个战神王爷扔下军中的一切事务，专程来找自己意味着什么。相信我，无论何时，我都不会让自己真正身涉险境的。莫玉眼轻轻地抚着他的墨发，眼中的柔情似能将人溺毙。霓裳坊开业当天，赵夫人一早便亲自来了，顺便还带了几位平日里相处十分不错的姐妹都带来了。
温掌柜，我可是带人来照顾你的生意了。赵夫人走进店里，轻声说：“这几位都是清平郡家底几位丰厚人家的夫人。”她一说，文熙便懂了，自己定是要领她的情了。赵夫人，一会儿若是有空，还请您移步楼上的贵宾室，我有礼物送您。霓裳坊在装修的时候就备受瞩目，开在镇上的时候便声名远播，就连赵夫人这等眼高于顶的皇商都忍不住驱车前往。所以当清平郡上的百姓听说霓裳坊要开在这里，早就蠢蠢欲动了。刚刚开门，就涌进来了一大批人。大家不要着急，领了号码牌的今天都可以进店，咱们开业前3天都可以享受定制1件送1件外袍的优惠。小姑娘，你们送的外袍是什么样的？一共有13种颜色，62种花样，送出去1件少1件，每个颜色每种花样都仅有1件哦，先到先得。众人看向外袍，不禁感叹霓裳坊的大手笔。哟，这外袍拿出去卖也得几10两银子吧？那可不，看着料子就知道价值不菲。小何将袍子抖了抖，一股淡淡的香味散发出来。哇，这是什么味道啊？好香啊！是谁的熏香，竟如此特别？一时间，排队的众人都被这香气吸引。这是我们霓裳坊刚刚推出的香膏，消费满3000两便可赠送1份哦。只是这香膏数量有限，仅有500份，全部做完以后就要开始售卖了。这香膏多少银子啊？100两1罐。100两？这香膏竟这么贵？但是若消费到3000两，便可以免费拿1罐，这样算下来，当然是多多消费更划算了。一时间，在门口排队的众人都目光火热起来。姑娘，还是您厉害，但香膏现在已经送出100多份了，姑娘果然是经商奇才啊。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们现在将冬季的衣袍都买完了，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衣袍都不会有什么盈利了。另一个铺子怎么样了？已经都装好了，就等姑娘您定开业的时间了。 5日后吧。是。这3日，霓裳坊的门口时时刻刻都在排着长队，这让周围的其他掌柜都羡慕不已。这清平郡哪间铺子有过如此盛况？再者，这霓裳坊的东西根本不便宜，只要进了铺子，没有几百两都走不出来，可想而知，这几日霓裳坊的进账有多少。这天，文熙刚到铺子里，小何就过来说：“姑娘，赵家夫人来了，说是那日见铺子太忙就先回了，今日才来找您。”文熙点点头，向楼上的贵宾室走去。赵夫人，招待不周，还请您海涵。哎呦，客气什么呀？反倒是我专门来跟文掌柜讨礼物，才有些不好意思。夫人，将手伸出来。伸手？他突然想起文熙是一个大夫，原来礼物就是给我号脉啊，还以为要送什么新品呢。顿时他有些兴致缺缺。文熙一眼便看出赵夫人脸色的变化，她脸色未变，继续诊脉。夫人身体保养得极好。我的身子我最清楚了，平日里呢，人参燕窝吃着，时不时还有医师来诊脉，都说身体好着呢。早知你今日是要给我号脉，我就不来耽误你的时间了。文熙知道赵夫人是在拐着弯的说自己没事找事，耽误了她的时间。夫人身体是极好的，所以想得一个孩子也不难。那自然是不。赵夫人脸色一变，看了他半晌，缓缓地说道：“你刚刚说什么？”文熙将药箱里的银针拿出来，缓缓说道：“孩子啊，赵夫人若想要个孩子，我倒是有个方子可以帮你。”赵夫人急切地伸出手，文熙瞬间躲开。夫人，我手上拿着银针，切莫伤了。是我太心急了，真的吗？我真的还能怀上吗？文熙点点头，将右手伸出来。得到了文熙的保证，赵夫人自然极其配合。您只是身体有些严重，致使怀孕困难，但这都是小事。我施针之后，再给您开个方子，喝上一段时日便好了。赵夫人闻言，想到刚刚自己拐着弯的说了那么多不中听的，文熙还愿意帮她，瞬间有点无地自容。文姑娘，若我怀上身孕，你就是我的恩人，是我们整个赵家的恩人。赵夫人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在这清平郡，我赵家绝对跟你站在一处。”夫人言重了，您给我铺子介绍了那么多的大客户，这点小忙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实际上，文熙不打算再隐瞒自己会医术的事儿了。先前在村子里隐瞒，是因为不想让别人怀疑自己的身世。但是眼下情况不一样了，他要去药狱寻找自己真正的身世。但是他现在根本没有进入药狱的资格，所以他必须精进自己的实力，不论是钱财还是医术。眼下赵夫人就是医术最好的突破口。这么多年无所出的人，一朝有孕，想必会成为清平郡最大的新闻吧。姑娘，铺子已经盘好了，离着咱们这里一条街。明日百草堂开业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提起百草堂，安依就止不住脸上的笑意。准备好了，王掌柜让我帮他问问您这里需不需要打杂的，他想来。
想到那个小老头，文熙也不由得笑了起来。想必知道他用了百草堂的名号，这个小老头应该是气得不轻，就连说话都带上了怨气。堂堂的一个掌柜的来打杂，这传出去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第二日，百草堂开业，可以用极其安静来形容。百草堂不像霓裳坊早已名声在外，在别人的眼中，这只是一个药堂而已。这清平郡的药堂数不胜数，甚至好多家的祖上都是在宫里当御医的，这里的人自然是更倾向于去那里医病买药。百草堂也没什么名医，自然是不被重视。开业前几日，一颗药丸都没卖出去。姑娘，咱们这几日一点进账都没有。急什么？文熙老神在在地说，再等几日？还等？再等下去，这百草堂就要成了这条街上的笑料了。这条街上的掌柜都知道，百草堂和霓裳坊的掌柜是一个人。这几日已经有不少人在看笑话了。看吧，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开了一个霓裳坊不够，又弄了个什么百草堂，真当自己是神仙呢，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不知用什么手段开了一个霓裳坊，就真当自己成经商奇才了。现在好了吧，打脸了吧？我看过不了多久，这百草堂就要关门喽。关了才好呢，也给咱们呀出口恶气。说好啊，谁也不许去他那里瞧病，就让他这百草堂从开到关一个客官都没有，臊也臊死他。陈鑫将这些风言风语说给文熙听，原以为他会生气，没想到文熙淡定地喝了口果汁，就是让他们说，让他们到处散播才好，就当他们给百草堂做免费的广告了。待赵夫人有了身孕，百草堂所有的困境便迎刃而解了。原以为还要等上一段时日，没想到一对老夫妻的出现，竟将他的计划提前了。这天，文熙来到百草堂，刚走进铺子，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扑通的声音。老太婆，你怎么样啊，老太婆？文熙迅速地走下台阶。老人家，我来看看。躺在地上的老人双眼紧闭，嘴唇青紫，呼吸短促，但是明显感觉到出气多进气少，这是急性心脏病发的表现。姑娘，你要做什么？只见文熙迅速地开始进行心脏复苏，又假借衣袖的遮掩，从空间里拿了一颗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姑娘，你给我老婆子吃了什么呀？他做一件事儿，老爷子就在旁边问上一句。文熙哪有时间回复他，现在救人才是最重要的。只见这时旁边已经围了不少的人。这不是张家的老太太吗？怎的又晕倒了？可不是嘛，我刚刚亲眼瞧见的，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瞧这今日怕是悬了呀。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文熙充耳不闻，专注地给他做心脏复苏，感觉患者的四肢不那么僵硬，呼吸也均匀了许多，他这才放下心来。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是百草堂治疗的第一个病患吧，要是没活下来，这百草堂恐怕要关门喽。那人以为藏在人群中不会被发现，但是低估了文熙。他侧头望去，望向刚刚说话的男人，原来是他呀。文熙嘴角微勾，看来这人想打脸是拦都拦不住了。大爷，您放心，大娘已经没事了。啊，没事了？怎么可能？那大爷有些手足无措地说，可是他还没有醒啊。文熙刚想说话，就听人群中那个男人又开始嘀咕，就是人还没醒就说已经治好了，这是把大家都当傻子呀。是啊，这张家的老太太的毛病也不是一日半日，咱们都是知道的。往日里若是晕过去，没有月余是不能下床的。这百草堂的大夫还真会信口开河呢。说风凉话的人越来越多，陈鑫在旁边听着都怒火中烧，反观文熙则一脸淡然地笑着，是否医好，很快就会见分晓。哼，你说很快就很快吗？我们凭什么相信你？那个不知死活的男人又开始叫嚣。我让你相信了吗？你不信可以滚远一点，我百草堂是医病治人的地方，不卖兽药。再说了，我救的又不是你的谁，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们百草堂医病也不是什么病都能医，疯病傻病是医不好的。文熙说完，围观的人都止不住的窃笑。被说成疯傻的那个人咬牙切齿地看着文熙，恨不能把他撕碎了，竟然说他痴傻，那他自己就要看看他今日要怎么把这个张家老太太救回来。要知道张家是什么人家，在这清平郡就没有敢惹张家的。若是张家老太太在他们百草堂出了事儿，那这百草堂就是想不关门都难了。姑娘，我家老婆子。老爷子话还没说完，就见躺在地上的人猛吸了一口气，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老人躺在地上剧烈地咳嗽起来。老婆子，你感觉怎么样？那老夫人咳嗽慢慢地停了，点点头说道，好多了，
感觉身子轻快了许多。这时围观的人们都发出了阵阵的抽泣声。天哪，竟然好了！是啊，这也太神奇了吧，竟然真的醒了。这是神医，这绝对的神医呀！这百草堂的掌柜真的有2把刷子，竟然可以医治这么难的病症，说明这大夫的医术绝对极高啊。就在这时，文熙对着人群中喊了一声：你回去告诉你家掌柜的，说想使坏可以明刀明枪，没必要暗放冷箭，做这种小人行径。那人后撤的脚步顿住，听完他的话，立马飞速的离开。姑娘，多谢你，多谢呀！要不是你，我家老婆子今天定然凶多吉少。无妨，不必言谢，医者仁心，举手之劳而已。文熙笑了笑，又拿出了一个瓷瓶，这里面有几颗速效救心丸，说大娘觉得心口不适，就立刻服用1丸，好好休息即可。老大爷接过瓷瓶，想到刚刚他便是给自家老婆子服用过1颗，想必就是这个，赶忙谢过。多谢姑娘，这药丸多少银子？我买。相逢即是缘分，这瓶药丸就算是我送您的，待大娘日后吃完了，便来我这百草堂买就好了。其实我更希望不要在这百草堂见到您。此话怎讲？这样一来，就说明您和大娘身体康健啊。你这小娃娃真有趣啊！我是前面那条街张家的，以后若是有事儿，可以来张家找我。老爷子话音刚落，就见一队人马将围观的人群分开，3顶软轿被家丁抬了过来。这是谁啊？好大的阵仗！就在他思考的时候，听到耳边传来张老爷子不屑的冷哼声。难不成张家老爷子认识？爹娘，你们怎么样了？我刚刚接到下人的汇报，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男人满脸的焦急，快步走上前说道：你可真是孝顺极了，你娘差点交代，若不是遇到了这位百草堂的姑娘，你就等着办丧事吧。张老爷子拿起拐杖就要打。爹！张元低声说：爹，这在外面呢。再说您跟娘出门，下人想跟着您，为什么不让啊？张老夫人也走过来。算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张老爷子这才放下拐杖，但是余怒未消，看着自己的儿子，那眼神像是要吃人。张元对文熙拱拱手：在下张元，是清平郡张家的，多谢姑娘今日援手，张家没齿难忘，稍后定有谢礼奉上，还请姑娘不要推辞。文熙见他这么说，自己若是一再的拒绝，反倒是有些扭捏，于是笑着说：长者赐不可辞，晚辈便收下了，多谢张老爷。3人分别上了软轿，临行前，张老爷子和老太太一再强调让文熙有空一定要来张家做客。围观的人目送张家众人离开，再看向百草堂的眼神都火热不已，原来他们都小瞧这个药堂了，就冲着百草堂掌柜的这一手妙手回春，他们就必须要高看一眼。要知道这张家是什么人家，那可是清平郡真正的豪门大户，祖祖辈辈都是富商，到了张元这一代更是富得流油。张老太太的病里里外外不知找了多少名医圣手，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想到今日竟被百草堂的掌柜给治好了，这说明什么？这比那些神医还要厉害呀！掌柜的，我家孩子的手好像断掉了，您能接上吗？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妇人，领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只见他右手的小臂不自然地垂着，一看便知道是断掉了。小男孩哭得满脸泪痕，眼神恐惧地看着文熙，说道：我不要接，我不要接。别胡说，不接上怎么行？那不就成残废了？前面的叔叔接腿的时候疼得晕过去，结果还是抽了脖子。我不接，我不接。他亲眼瞧见过别人接骨，就连大人都疼得叫出声来，他实在是怕极了。知道他不想接骨的原因，文熙笑了笑，摸摸他的头：接骨不疼的，姐姐轻一点好吗？小男孩看着他的笑容，止住了哭声，皱了皱鼻子说道：真的不疼吗？当然了。文熙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小臂，话音刚落，就听咔的一声，还没有感受到疼痛，他的小臂已经回归了原位了。天哪，这也太神了吧！我都没看清他是如何接骨的。不多时，接二连三的病患便找上门来。原本只是想看看药膳进度的文熙，直到晚上才看完了最后一个病患。姑娘，今日铺子里的药丸都卖得差不多了。百草堂与其他的药堂不同，不卖草药，只卖药丸。清平郡的百姓与镇上的不同，他们对药丸还是有所了解的，也知道药丸比草药贵上许多，但是胜在效果更好，且服用方便。所以大多数病患听说这里只卖药丸时，不仅没有表示怀疑，甚至将百草堂的档次提升了不少。今日那张家，你了解吗？那张家在清平郡是一个极其低调但是非常富庶的人家，可以
可以说在清平郡能够只手遮天。哦，这么厉害，这清平郡的首富不是赵家那个皇商吗？姑娘有所不知，张家拥有清平郡最大的翡翠矿脉，每年往宫里进贡奇珍异宝无数，但是他家也是皇商的事情，却从未向外人表露过，也没有统计过张家有多少银钱。原来如此，文熙心中明了。不过翡翠矿脉啊，他现在可是有个作弊神器，这矿脉怎么可以不去瞧瞧？阿姨，这清平郡你熟悉，有没有可以赌石的地方？眼下自己原先买的那些玉石、原石都用得差不多了，急需找到新的原石，真是想睡觉老天都给送枕头。属下知道一家，也是张家的产业。如此，明日便去瞧瞧吧。安一和陈星对视一眼，认命的点点头。第二天一早，文熙换上男装，便带着暗一、陈星出门了。来到赌石场，只见会场里摆着堆着无数的原石，看起来跟前世的赌石坊相差不大。那解石的机器虽不像电解石机那般的迅速，但是比他镇上店里的要快上许多。不愧是清平郡，就是比镇上的设备好多了。文熙想在这里转一转，就听前面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声音。姑娘，前面有人在解石，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瞧瞧。一个小厮模样的人笑着提醒，这块石头可是被很多看客看好的。如此说来，定是一块表现极好的毛料。文熙刚走过去，就听见了极其遗憾的叹气声。唉，可惜了，竟然是个瓜皮。瓜皮竟然是个靠皮率，只有挨着皮的地方有翡翠，再往里面切全是废料。这块原石我记得好像是7000两吧。是啊，听说这是医药方的齐掌柜的押了全部身家买下来的吧？哼，如今是亏的家都不认识了吧？7000两可不是小数目了。原本他打算看看热闹就离开，哪知空间竟微微的震了一下。文熙瞬间转过身，眼睛直直地看向那架在解石机上的原石。看来这里面并不是废料啊！刚刚有人说这块石头是医药房掌柜买下来的。他唇角微勾，昨日那个在人群中煽动情绪的男人就是医药方的伙计。既如此，他不介意给他个教训。文熙走上前，就听别人说：“哎呦，垮了呀！7000两呀，大水漂了！齐掌柜的那人据说是个母老虎吧？如今7000两银子没了，他回家还不得被打死呀！”那人说完，大家都哄笑起来。站在石头旁的齐掌柜一脸的菜色，明明是那么好的原石，怎么会变成今日这样？就那一层薄薄的翡翠，怕是500两银子都卖不上啊！这6500两的差价去哪儿补呢？就在这时，一个女声响起：“这废料卖吗？”齐掌柜瞬间抬头，只见文熙站在人群的最前面，笑盈盈地说道。齐掌柜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可没忘记昨日伙计回来的时候说了什么，说自己是小人。今日他当众要买下自己剩余的废料，定是没安什么好心。不卖。文熙无所谓的点点头。那好吧。话落，他转身就想走。小姑娘，你买这废料回去做什么？嗨，还能做什么呀？都说是废料了，就是看这个块头大，我那院子里缺一个踏脚石，这个大小刚刚好。不过既然齐掌柜不愿意割爱，那就拿着这个废料回家给夫人展示吧。众人一听，点头表示理解，毕竟这么大的废料也只能做这个用了。他看了看那废料，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就在这时，身后的齐掌柜喊住了他：“哎，等等，你真心想买？”文熙唇角微掀，上钩了。齐掌柜这话说的，我若不是真心想买，难不成在这里诓你啊？再说了，这里这么多的石头，就齐掌柜正在切的这个最大，您若是不想卖，就算了。说罢，他转身便走。哎，等等，我没说不卖，但是这价格……齐掌柜伸出5根手指，500两。500两！围观的百姓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就这破石头卖500两，这齐掌柜莫不是疯了吧？齐掌柜不是诚心想卖给我，也不必用这样的方式，一块踏脚石而已，我还没有到非要买不可的程度。500两，我可以雇人去山上找几十辆马车踏脚石回来的。这价值6500两的废料，还是您自己留着吧。就是齐掌柜，你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看人家年纪小就漫天叫价。哼，真看不出来，齐掌柜竟是这种人。小姑娘，这破石头也就5两银子，多1文都不能拿。就是，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让齐掌柜的额间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文熙见气氛差不多了，齐掌柜，我们是同行，我也不想看你亏得太惨。50两，石头归我，你觉得如何？ 50两对于一块废料来说，简直就是天价。这
这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摊贩盯上了这个初来赌石坊的年轻人了，一块废料都愿意出价50两，那他们这正儿八经的翡翠原石定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小少爷，我这里的原石品质更好，你买我的原石，我雇人去山上给你搬踏脚石。看看我的，我这里都是最好的，我让人帮你凿2块来。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文西似是被他们的条件说动了，竟真的往那些摊位走去。齐掌柜一开始还想拿瞧，觉得50两太低了，但是眼下若不抓住机会，别说50两，就连5两都卖不出去。哎，别，文掌柜，我卖50两，我卖。文西转过身，眼神中带着些许的犹豫，似是在思考到底要不要这块废料。40两，就40两，文掌柜就当帮帮我了。啊，好吧。文西有些无奈地将40两递给齐掌柜，小声地嘀咕道：早知道就不买这些废料了，人家那边买翡翠还送踏脚石呢，怎么出门就亏银子了？这些话齐掌柜听得清楚，不禁庆幸自己的反应快，不然怕是这废料就砸自己手里了。如今能换回来40两也好。齐掌柜，银子给你了，这废料便是我的了，对吧？没错。文西点点头说道：那就将这块石头送到我铺子里吧。得嘞。赌石坊的几个师傅合力将吊在半空中的石头往下抬，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中一条绳子突然断了，那大石头瞬间倾斜下来，径直砸在地上，生生的将地砸了一个坑。哎呀，这下坏了，那石头好像裂了呀。其中一个搬运师傅说道：这踏脚石貌似是做不成了。废料就是废料，连踏脚石都做不成。文西的脸色也不好看，齐掌柜看在眼里，心底更是无比的庆幸，看着文西的眼神就像在看着一个冤大头一般。这时搬运的师傅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这是，我的天爷啊，这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宝贝啊！围观的人们被吸引了过去，只见师傅往断裂处泼上了一些清水，待看清里面的东西时，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涨了，涨了，涨了。文西的唇角微勾，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对暗一比了一个大拇指，功夫不错。他只是对暗一使了个眼色，暗一便知道自己要对他绑着的石头的绳子做手脚，看来这些日子更有长进了。文西快步走上前，看向那裂缝处，光线虽暗，但是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绿油油的一片。小少爷，需要小的们将其撬开吗？师傅们兴奋地问，他们都愿意帮赌长的客官开原石，寓意手气好，这样以后能有更多的客户来找他们解石，赚的银子就会更多。好，那就辛苦几位师傅了。得嘞。几位师傅赶紧拿出棍子，顺着裂缝将石头敲开，不消一会儿，一块完整的石头就被分成了2半。这是玻璃种帝王绿啊！极品啊！多少年都没见过这种极品翡翠了。众人的声音一句高过一句，生生地将整个赌石坊的客人都招了过来。站在一旁的齐掌柜看到那巨大的玻璃种翡翠时，就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反应过来，拼了命地向前冲过去，边挤边喊：那是我的，是我的翡翠啊！挤到最前面，直接趴在石头上，边哭边说：我的，这是我的呀！文西看他的样子，唇角止不住的扬起。齐掌柜，你这是做什么？这原石明明是你求着我买的，怎么如今又不认账了？我把那40两还给你，你把我的翡翠还给我。齐掌柜声泪俱下，趴在石头上，任谁去拽都不起来。齐掌柜，你这算盘打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石头开垮了我买，如今我开涨了，又要给你还回去，谁家是如此做生意的？你问问这里的商户，是不是卖给客官的石头，只要开涨了就可以原价收回去？围观的百姓们都不由得开始笑话他，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玩不起赌石就不要玩啊！就是这医药坊的掌柜竟然是这种品性。刚刚我明明看到他拿着40两银子在一旁偷乐，没想到啊！听着众人的嘲讽，齐掌柜红着老脸从石头上站起来，